男人接手了一个即将倒闭的动物园，不过却因祸得福，有了倾听动物心声的能力。看着森林狼笼舍里的二哈，还有关着大公鸡的孔雀笼舍，苏媛默默发誓一定要把动物园发展起来。谁乱扔纸片，让我逮到看我不罚你个倾家荡产！卧槽，东北虎大甩卖！我说张园长，你这只东北虎真的只要20万吗？苏媛看着围挡下的成年东北虎，口水都要流下来了。他在其他动物园也问过东北虎的价格，成年东北虎最低都要50-60万，高的甚至能到100多万。忽然，摄人心魄的虎啸之声骤然传出，原本在虎园里悠闲自在的东北虎突然跳起，前掌猛地抓住了围挡的边缘，围观的游客都被吓疯了，尖叫声下，游客四散而逃。和附近尖叫而逃的游客不同，围挡边和苏媛站在一起的张园长却是不动声色，就像这种场景不是第一次见了。没事，他出不来的。果然如张园长所说，那东北虎虽然极力往上爬，却是无法寸进。为了防止东北虎越狱，围挡的最顶端有一个1米多的内凹，此时东北虎的前爪就抓在那内凹之上，而他的后腿却是悬空，根本无法接力，掉下去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张院长，这东北虎是因为越狱，所以你想低价转让吗？越狱不是主要的原因，这家伙除了越狱外还特别的暴躁，我们的饲养员都差点被他弄伤了。只要你能驯服他，20万直接带走。话才说了一半，张园长就发现苏媛不见了，再转头看去，苏媛已经靠近了围挡的边缘，距离东北虎也不过半米之遥了。你干嘛？不要命了？没事，我有底。敢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东北虎，他也是有底牌的，那就是聆听动物的心声。好痒啊，脑袋那里好痒，烦死了，根本挠不到。靠，来个人类，本来就烦，你有本事再靠近一点，看老娘拿你脑袋下酒。这回是真捡到宝了，20万的东北虎，还是母的，脑袋痒是吧？看我给你挠挠。看着这个人类居然真的敢靠近，东北虎扬起他那厚实的虎爪，就想给苏媛来上一下，可苏媛的手却是先到，而且一下就挠到了他的痒处。我靠，就是这爽啊！再挠2下，再挠2下。原本还有些暴躁的东北虎瞬间就蔫了下来，2只虎爪扒拉在围挡的边缘，任由苏媛挠着他的脑袋。这哪里像一只虎啸山林的猛兽之王，反而像是家里粘人的小猫咪。看着现场的一幕，张园长都傻眼了。这是什么情况？之前那个暴躁的东北虎呢？挠脑袋是几个意思？东北虎也好这个吗？好了没？我手都酸了。不要停，还要挠下巴，下巴那里好痒。苏媛也没办法，只得换到下巴继续挠。和脑袋不一样，猫科动物的下巴特别的敏感。苏媛这一挠，东北虎的眼神都要拉丝了。好舒服啊，这个人类好会啊！不行了，要没力气了。唰的一下，东北虎掉了下去，而和他一起下去的还有被带下来的苏媛。卧槽，苏园长！掏出手机，张园长就要喊救援来。张园长，我没事。张园长他连忙停下了拨打手机的动作，抬眼看了过去，一看苏媛果然没事，而且这家伙居然躺在东北虎的怀里。所以是东北虎给他当了缓冲垫。我去！张园长拍了拍脑袋，他现在有点懵，有点不清醒了。张园长在外边头脑风暴，怀疑人生，虎园里的苏媛却也是在怀疑人生。原本温顺的东北虎在起身之后，却是又回到了之前的高冷。一声虎啸之后，东北虎就留给了苏媛一个背影。真是女人心，海底针啊！也不知道这家伙现在在想些什么。苏媛开始静声倾听。哼，臭人类！要不是看他刚刚挠得不错，谁救他啊？摔死算了。对，还是个傲娇虎，不过也正常。想靠挠痒痒获得东北虎的好感，肯定是不现实的。东北虎的情绪暴躁，肯定不只是身上痒，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哎，这天好热啊！这破地方连个游泳的地方都没有，要是能洗个澡就好了。洗澡、游泳。苏媛突然想到了什么。东北虎全称西伯利亚虎，居住地可是在西伯利亚或者是长白山这样的极寒之地。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东北虎肯定是不怕冷的，但相应的应该特别怕热。虎园面积虽然广阔，却没有一个像样的泳池。难怪这东北虎这么暴躁，感情是一身火气没地方撒。想到这的苏媛举目四顾，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套着水管的水龙头。没有犹豫，苏媛直接走了过去。围挡外的张园长以为苏媛在这地方离开，赶忙提醒苏园长，那边不是出口，走错了。不，我是要给他洗澡。张园长看到苏媛打开水龙头，准备用冷水给东北虎洗澡，猛地一惊。苏园长啊，不能用冷水，专家说了，要用温水。温他大爷！苏媛大吼一声，直接就打开了水阀，汹涌的冷水从水管骤然而出，然后被苏媛浇到了东北虎的身上。原本还在看着天空，想着怎么才能洗个冷水澡的东北虎，突然感觉到了一股凉意，眼神中的喜悦无法藏匿。他赶忙转头看去，只见一股清冷的水流从远处激洒，落在了他的皮毛之上。清冷的水流瞬间就带走了他身上的浮躁，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彻彻底底的清爽。哈哈哈，太爽了！好久没洗过这么爽的澡了，太舒服了。这个人类好懂我啊，他是怎么知道我喜欢洗冷水的？这里的其他人类每次都用热水给我洗，越洗越烦躁。
就在苏元给东北虎洗澡时，围挡外，张园长的附近来了众多工作人员。园长，人还在虎园吗？有没有生命危险啊？没危险，在里面给东北虎洗澡呢。洗澡？那家伙不是最讨厌洗澡了吗？每次洗澡都特别暴躁。你说有没有可能是水温的问题？可是专家不是说了，只能用45度的温水洗澡吗？溯源用的就是水龙头直出的冷水。你再看东北虎，像是讨厌洗澡吗？好像还真是这样。等下溯源的步骤，你们都给我认真看着，这可是花钱都买不来的经验。听到这话，其他工作人员立马靠前，等着看苏源的动作。虎院里的澡也洗得差不多，苏源关掉了水龙头，东北虎却是不肯，拼命地蹭着苏源，像是在撒娇。没洗够呢，我还要。都洗半小时了，再洗感冒了知道吗？虽然你体质好，但也不能这样，知道不？安抚好东北虎，苏源找来干净的毛巾，给东北虎擦拭着身体，一边擦着毛发，苏源还一边按摩，因为可以听到东北虎的心声，按摩的力道是刚刚好。这人类好会啊，按得我好舒服，想睡觉了都。东北虎硕大的脑袋直接靠在了苏源的腿上，约莫半分钟的功夫，轻微的呼声开始传了出来。围挡边看着这一幕幕的工作人员傻眼了。说服东北虎，这也行？园长啊，这操作就是拿命学，我们也特喵的学不会啊！男人只是给暴躁的母老虎挠了挠痒，又冲了个凉，母老虎就趴在男人怀里睡着了。旁边的动物园院长看到男人神乎其技的驯兽技巧，就带着男人来到了动物园的豹区，想要男人帮忙调教一下大花豹。透过围栏看去，里面就只有一只花豹，只见它眼睛无神，走起路来也像是行尸走肉一般，而且花豹走的每一趟都出奇的一致，同样的地方停顿，同样的地方嘶吼，同样的地方嗅两下。这么严重的刻板行为，不会是抑郁症吧？没错，就是抑郁症。苏园长，对这花豹我们其实是下了很多功夫的，光是专家我们就找了好几回来看，可都是没办法。你们没尝试野放吗？尝试过，但这只花豹的捕猎技能还不够成熟，再加上身体有些潜在疾病，不适合野放。若是苏园长愿意帮忙驯服一下这只花豹，我们可以无条件赠送2只花豹幼崽。好处就先不提了，对这花豹我也没底。苏源很清楚，这只花豹最大的需求就是野外和自由，可问题是园区已经给到它最好的环境，而若是执意野放的话，又太危险。苏源蹲坐在围栏前，想了很多种的办法，但都一一否决了。苏园长，没办法的话就算了，不要强求，我们签个合同，你先把东北虎带回去吧。一想到东北虎，他的脑海灵光乍现，迸发出了一个方案，好像可行。苏园长，你想到办法了？您等一下。苏源转头就跑开了，众人都一脸懵逼，也没等多久，大概10分钟的样子，苏源去而复返。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还给花豹带了礼物，正是那只东北虎。张园长，开门，我们给这花豹来点小小的惊喜。这特喵的是惊喜还是惊吓啊？不止围栏外的众人懵了，围栏里的花豹也懵了，特别是看到那些人类居然真的把门给打开，把那东北虎放了进来后，花豹的眼神瞬间就清澈了。卧槽，别啊！听着花豹的吐槽心声，苏源都笑了，果然把东北虎喊来是个好办法。这才看到东北虎，花豹的抑郁症就好了大半。你们看到没？花豹的眼睛瞬间就亮了。可不是，之前的刻板行为也是瞬间消失。苏园长是真溜啊！苏园长，神医啊！神医不是我，是东北虎。虎妈，只要别搞伤了，其他随便整。没想到还有消失运动，这人类是真懂我啊！脑袋转了2下，虎妈的嘴角咧出了好看的弧度，这样的弧度在苏源看来很好看，可在里面的豹子看来却很危险。一声虎啸骤然而出，肌肉鼓动间，虎妈庞大的身躯猛地跃出，本来还一脸懵的花豹瞬间清醒，想都没想，拔腿就跑。在生死的危机下，花豹极其灵活，闪转腾挪间在围栏里跑得飞快，一点都没有了之前僵硬行尸走肉的模样，反而更像是林间的顶尖猎手。卧槽，这是我们的花豹吗？特喵的，怎么能跑得这么快？还有那姿态，太优美了吧！围栏里又是一声虎啸而出，见花豹逃往了另一个方向，后腿猛地用力，再次奔袭而去。啊！卧槽，卧槽啊！别追了，打不过啊！饶命啊，虎大爷，饶命啊！半小时后，围栏里的追逐终于是落入了尾声。连续半小时的追逐，直接把花豹累成了小狗，躲在角落里，气喘吁吁。不止花豹如此，虎妈也累得够呛，找了个平坦点的地方趴了下来。好久没这么运动过了，真爽啊！就是腰背有些酸啦。见虎妈趴在地上，花豹眼睛滴溜溜地转了2圈。其实经过刚刚的追逐，花豹也发现了些情况，这老虎好像就是在溜达，有好几次明明要咬到了，结果又放过了它。思虑了片刻后，花豹小心地靠近了虎妈，见它没有其他的动作后，小心地抬起前爪按在了虎妈的背上。虎妈疑惑地看了花豹一眼，见这家伙只是在给它按摩后，又低下了脑袋。花豹顿时来精神了，开始加大力道给虎妈按摩，按了背，又开始按脚，主打的就是一个雨露均沾。一直在围栏外看着现场的众人面面相觑。按摩，好家伙，我直接好家伙！
张园长，这下花豹应该是没问题了。苏园长，这次可真是多谢你了，之前答应你的好处绝对不差。小陈，去把我们的那2只花豹幼崽带来。陈经理应声，很快就带来了2只花豹幼崽。幼崽不大，也就3、4个月的模样。这2只幼崽是我们之前在野外救治的，我做主，转让给苏园长吧。苏园没有推让，直接就收下了幼崽，搞定一切。苏园和张园长等人又寒暄了几句后，就准备离开了。打开围栏门，苏园喊来虎妈，来到了他的车前，把装着花豹幼崽的保温箱放到副驾驶，接着打开尾箱，带着虎妈进到里面。就在这时，远处的喊声引起了苏园的注意。抓小偷啊！快帮我拦一下！只见一个黄毛拿着个包跑得飞快，没有犹豫，苏园跳下车来，伸出了只脚，砰的一下，黄毛直接摔了个狗啃屎。你特喵找死啊！黄毛骂骂咧咧的站了起来，拿着刀就来到了苏园的面前。做好人是不是？看老子一刀捅死你！苏园不语，只是指了指黄毛身后。黄毛只是向后瞥了一眼，脸上的凶狠瞬间凝固了。老虎，给你纠正一下，这叫东北虎。似乎是为了配合苏园，虎妈那充满威慑力的痛喝如同惊雷般在黄毛耳边炸响。男人刚把买来的母老虎装进车里，没想到就遇到了小黄毛抢劫。母老虎一声咆哮，直接把小黄毛吓得命令。就在他转身逃跑时，骤然响起，一辆汽车堪堪地停在了黄毛的身前。你特喵的眼睛掉粪坑游泳去了吗？找死呀！老虎有老虎！老虎，我看你是碰到鬼了，神经病，赶紧给老子滚！随后，司机本能地看向了黄毛刚刚所指的方向，脸上本还带着的讥讽瞬间凝固住了。只见不远处的运输车车厢里，虎妈那硕大的虎头正看着这边，金色的瞳孔格外的耀眼。卧槽，真特喵的是老虎！原本还骂骂咧咧的司机，现在腿肚子比黄毛抖得还严重。看着现场这一幕，苏园是哭笑不得，生怕吓到了更多的人，赶紧把车接着几人合力将小黄毛控制住，直到警笛声在道路尽头响起，小偷被警察带走后，苏园才开车前往自己的同源动物园。没想到刚到地方就看到大门口2个游客骂骂咧咧的要退钱。特么蛋，退钱不是说有东北虎吗？根本就没有。你们动物园里都是些啥？关着2哈的森林狼笼舍，还有那关着大公鸡的孔雀笼，真是笑死个人！赶紧退钱！吼什么吼？信不信我躺地上按表走啊？退钱是不可能的。你们要是觉得亏了，可以多逛2圈，就当是锻炼身体了。还多逛2圈？你得有动物给我们看啊！东北虎给我们园长带出去溜达了，等下就回。你们要是不信，就再等等。你当我3岁小孩啊？谁家动物园的东北虎能带出去溜达的？我看你们就是没动物，找借口。你们这东北虎要是真的能带出去溜达，我办年卡，我不仅自己办，还给家人办。我也办，我家10几口子呢。2人正说得兴起，一辆卡车忽然停到了门口。苏园从驾驶室上下来，打开了尾箱门，虎妈直接跳了下来。就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苏园牵着东北虎走了过来。原本还吵吵嚷嚷的游客，瞬间就安静了下来。卧槽，真是老虎！看着蹲在苏园脚边不停蹭着裤腿的大老虎，游客感觉3观都要重塑了。喵了个咪的，怎么这只老虎还撒娇？老虎不应该特别的凶吗？一张嘴能吞下一个脑袋的那种。老张，这2位是游客吗？苏园长，这2人可是大客户，他们刚刚说了愿意给家人办年卡。这个小姑娘更是牛逼，说要办17、8张年卡呢。我靠，大客户啊！感谢感谢！你们这边怎么支付？我们这里信用卡和收款码都是支持的。2个游客是叫苦不迭，早知道刚刚就不该吹牛皮的。可谁知道这家动物园真有东北虎啊！被架着的2人只能选择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忍痛付了钱，送走了2位冤大头后，苏园把副驾驶的花豹幼崽给带了出来，给到老张。园长，你之前发信息不是只说了东北虎，怎么还有这花豹幼崽？苏园也没藏着掖着，直接就把虎妈治豹子的经过说了一遍。老张听罢，人都傻了，直接用生命的威胁治疗刻板行为。园长，你这绝对是世界首例呀！这些就别说了，咱们先把老虎给带去虎山，然后再想办法整些动物来。可惜老头子留的钱不多，就只够买东北虎的。要是能再搞只熊猫来就好了。听着苏园的话，老张却是突然愣住了。园长，指不定还真有办法。我孙子张小云现在林业局实习，今天他们接手了一起野生大熊猫难产的救治。本来顺利的救治，在熊猫生产后情况骤变，温顺的熊猫突然暴怒，直接把负责接生的专家给挠了。我有这事不早说，老虎交给你了，我现在就去。轰鸣声在山林间响起，苏园驾驶着全地形车在山间飞速行驶，不一会就来到了地方。张小云看到苏园，赶忙上前迎接。元哥，你来了。你们救治的熊猫怎么样了？哎，还是没搞定。元哥，我带你去现场看看。
张小云带着苏媛到了现场，只见一只成年大熊猫正护着瑟瑟发抖的幼崽，警惕的眼神扫视着人群。几个专家正在不远处低声讨论着方案。元哥，熊猫崽子现在情况未明，急需检查情况，但是熊猫妈妈根本就不让我们靠近。苏云点头表示明白，转头看向远处的熊猫妈妈，开始倾听她的心声。两脚兽没一个好人，给的吃的都要淡出鸟来了，一点胃口都没有。现在要是能有一些辣味的吃的该多好啊！好饿啊，老娘一点力气都没了。好家伙，果然是天赋神兽，居然喜欢吃辣的，难怪把专家给挠了。苏媛马上举目四顾，很快就在旁边看到了专家早就调配好的盆盆奶，便过去把盆盆奶取了过来。元哥，别喂奶了，刚刚我们带着奶上前，这家伙喝了一口就给打翻了，还吼我们，他应该是不饿的。你有没有想过，这家伙不是不饿，而是你们调的奶没味道。哪里来的毛头小子，居然敢质疑我们？还准备给熊猫喂奶，笑话！这要是能行，我们还至于在这商讨方案吗？专家们都没阻止苏媛的动作，似乎想看到苏媛丢粪的样子。结果下一刻，他们就看到苏媛拿起了辣椒面，倒入了盆盆奶中。你疯了吗？熊猫怎么能吃辣？它的肠胃根本受不了这种刺激，会出事的。快把东西放下！可专家们的惊呼和呵斥都还没落下，满脸急不可耐的熊猫妈妈就已经冲了过来。一头大熊猫在生完小熊猫后，竟然开始发狂。就在专家们束手无策时，男人将奶中加入辣椒粉，大熊猫闻到味道后就飞奔而来，一口气就把一盆奶给炫完了。一众专家都傻眼了。卧槽，这特喵也行！刚刚这家伙不是不肯喝奶的吗？把盆盆奶一饮而尽，熊猫妈妈看着苏媛露出了笑容。好喝，还想要？熊猫妈妈一脸期待地看着苏媛。你还想要喝啊？熊妈立马点头。不行不行，你不能喝了。那就再来一点点好不好？就一点点。一点点也不行，一天就只能喝这么多。见苏媛拒绝，熊妈直接发动了撒娇攻势，庞大的身躯往前一拱，熊爪再一抱，死死地抱住苏媛的大腿，然后用它那毛茸茸的大脑袋开始疯狂地蹭着。抱腿杀！这还是那个暴躁的大熊猫吗？就这撒娇卖萌的熟练度，完全超过了动物园里养了多年的头牌啊！可是你真的不能再喝了。辣味对熊猫的肠胃伤害本就大，喝一回可能还没多大事，可若是开了这个口子，这家伙顿顿都要喝，可就坏事了。见苏媛油盐不进，熊妈呜咽着松开了爪子，蹲在了地上，开始思考熊生。约莫着做了10几秒后，熊妈居然直接躺地上，然后开始打滚。这是要干啥？撒泼打滚要奶喝吗？和众人的懵逼不同，苏媛却是皱起了眉头。熊妈的心声显示，她现在肚子很痛。有问题，这家伙不是撒娇。苏媛赶忙靠近，来到了熊猫的身边。此时的熊妈紧紧地皱着眉头，汗珠一颗颗的从额头滑落，明眼人一看便能看出，此时的熊妈特别痛苦。果然出事了，这一看就是你刚刚喂的奶的问题。都说了喝辣的熊猫受不了，你还不听，现在出问题了吧？不可能，刚刚熊猫喝奶都很开心的，要是辣的话，它不可能会喝的。切，不是盆盆奶，又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之前的生产阵痛？生产已经这么久了，阵痛不可能还在。就是，要是有的话，也不可能现在才出现。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刚刚的辣椒面出了问题。小伙子，你知道蓄意谋害国宝大熊猫是什么罪吗？看着他们落井下石的模样，苏媛却是笑。我不知道蓄意谋害大熊猫是什么罪，但我知道恶意诋毁是什么罪。亏你们还是专家。熊猫肚子疼，你们想到的第一个点，居然是吃坏的。那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一个沉稳的身影从远处缓缓走来，看模样似乎是这群专家的领导，因为他一出声，其他人都闭嘴了。我就问一件事情，刚刚熊猫崽子出生，你们是否把胎盘清理了出来？这话一出，众人都是愣住了。熊猫崽子刚出生，这熊猫就暴怒，挠伤了我们，所以胎盘还在里面，是吧？听着领头专家的问话，其他专家噤声，不敢再说。领头的专家叹了一口气，目光看向苏媛。所以你认为是因为胎盘的遗留才导致熊猫肚子疼的？不是，因为熊猫肚子里还有一胎。这话一出，几个专家直接炸毛了。毛头小子就是毛头小子，我还以为他有什么见解。你以为你是谁呀？这熊猫要是双胞胎，我直接倒立吃翔。听着周围人的质疑声，他没有反驳，只是轻轻地在熊妈的肚子上揉了揉。这一揉，熊妈的痛楚果然降低了不少，而且肚皮上还出现了一个小鼓包，这个鼓包居然还在动，左边来一脚，右边再来一脚，很明显的胎动。刚刚是谁说要吃翔的？原本的质疑哑然无声，所有人都看着熊猫妈妈以及她肚子上的轻微鼓包。怎么会？第二胎怎么会相隔这么久？从第一胎的诞生到现在，起码有半个多小时了。第二胎怎么可能现在才出现动静？
熊妈刚刚应该是饿得没力气了，所以宫缩也减弱了。可是，安静，一个个的像什么话？天天自诩研究熊猫几十年，到头来却是连个小伙子都不如。刚刚谁说要倒立吃翔了？我希望你能言出必行。杨所，这不好吧？我看就挺好。这次过后，所里所有的专家、教授都要进行考核，考核不通过的，全给我滚蛋！随后，杨所长马上让人给苏元打下手，给熊猫继续接生。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只粉粉嫩嫩的小家伙终于出生了。苏元马上抱着2只小家伙来到了杨所的面前。杨所，你们需要检查一下熊猫幼崽吗？需要。一只难产，一只虚弱，2只幼崽都必须检查情况，然后进行评估。杨所刚接过熊猫幼崽，熊妈一声怒吼，直接冲了过来，一把就抢回了自己的崽子，护在怀里。瞪了眼杨所，又充满信任的把小崽子塞到了苏元的怀里。只能你抱，其他人不准碰。看着龇牙咧嘴的熊妈，杨所脸上写满了无奈。这区别对待也太大了吧！我才抱了一下，怎么就被吼了？杨所，这可怎么搞啊？苏园长，那就只能麻烦你抱着来检查。随后几个熊猫专家拿着听诊器走了过来，开始检查小熊猫的状况。熊妈的眼睛盯着这些小心靠近的专家们，那威胁的意味溢于言表。你们要是敢乱来，看我不咬你们！因为暴躁的熊妈就在一旁守着，专家们的动作特别的轻柔，听诊器是小心心的放在小崽子的胸膛上，体温计也是特别的轻柔的放置，每一步都很轻很柔，每一项检查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好在检查顺利完成了，不过几个专家皱着眉头看着检查数据，心里有些沉重。男人没花1分钱，竟然得到了2只小熊猫和熊妈的抚养权。原来是刚刚2只熊猫崽刚完成出生检查后发现，各项指标都非常差，无论是心跳还是呼吸都很弱，而且体温也到了临界值。这情况必须进行专业的护理，根本无法放归野外。苏元刚准备把小熊猫交给专家团，不料熊妈突然暴起，拦在了苏元的身前。如此近距离的暴怒，把专家们都给吓了一跳。除了我身后这个2脚兽，其他的2脚兽都别想碰我的孩子。这熊妈是铁了心，除了苏元，谁都别想碰。几个专家也只能干瞪眼。最后几个专家商议后一致决定将熊妈和熊猫崽交给苏元照料，而且还配了2位专业人才一起打包带走。就在几人准备离开时，熊妈忽然拉住了苏元。等一下，我洞里还有存粮，要带着一起走。苏元无奈一笑，谁让人家是国宝呢，只能宠着。见苏元和熊妈又往回走，张小云和刘教授对视一眼后，立马跟上。很快，几人就是来到了一个山洞，一眼看去，洞里面还有大堆的嫩竹。真是个合格的吃货啊！苏园长，这家伙是准备带着竹子一起回去吧？应该是这样。几人刚准备搬竹子，张小云忽然拍了拍苏元的肩膀：“元哥，你看那是啥？”顺着目光看了过去，在洞那一角，赫然长着一朵深褐色带着菌盖的蘑菇，是灵芝。刘教授只是看了一眼，就点明了身份。灵芝，卧槽，这是宝物啊！什么宝物啊？就是普通药材。至于流传的灵芝神药啥的，都是药贩子炒作、虚抬价格的手段罢了。刘教授，一朵不值钱，那一片呢？刘教授本不以为意，可当看清了远处的情况后，哪怕是他都愣住了。在苏元所看的那片区域，有着一片又一片的灵芝。这看着激动不已的刘教授，张小云反而有些懵了。教授，你刚刚不是说这价值不高吗？怎么现在这么激动啊？你不懂，市面上的灵芝和这片灵芝不一样。你看这些灵芝的根系，看它们的生长方式，我怀疑这些灵芝不是单独存在，而是共生体。说白点，这些灵芝很可能是同一个母体长出来的。您的意思是这些灵芝居然是同一株？面对张小云的质疑，刘教授可没工夫解释，他直接来到了那片灵芝田的附近，开始小心翼翼地挖了起来。熊妈疑惑地看着这些莫名其妙的人类。搞快点，搞快点！我还要带着我的竹子去住新家。听着熊妈的心声，苏元都有些想笑，揉了揉他的脑袋，让他安稳一点后，他也好奇地走了过去。张小云也是跟着一起挖起了这片灵芝田。在刘教授的指挥下，灵芝田的全貌呈现在了几人面前。只见一片密密麻麻的灵芝连成一体的巨大菌丝网络，一眼看去无比的震惊。刘教授一边丈量着面积，一边解释：菌丝体在地下蔓延，条件合适就能不断长出子体。说到一半，刘教授突然顿住了。我的天，这株灵芝的地下覆盖面居然有1300多个平方啊！什么玩意？1300多个平方？真的假的啊？占地1300多个平方，那这灵芝的生长年份应该是1000多年啊！我的发，刘教授，你是说这是一株千年灵芝？那特喵的不是虚构的吗？对了，问老钱，老钱他是植物教授，他肯定知道。刘教授赶紧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过去。喂，老钱啊，
是我，刘明远。我给你发了个图片，你看看。就在刚刚，鸿蒙动物园的苏园长发现了一株疑似千年灵芝。什么？我看看。你先别挂电话。电话的那头陷入了寂静，对方应该是在看图片。苏园长，这是植物研究所的前教授，国内顶尖的真菌学家。他们研究所现在就在研究灵芝的药用价值。若是他们打算出价购买，你卖还是不卖？闻言，苏元明显一愣。动物园现在正缺钱呢，当然是卖啊。对方要是出价合适，当然卖。卧槽，老刘，你客喵的在听吗？在听，你说。太难得了，你和那个苏园长说，我们所愿意出价2300万收购，他只要点个头，资金立马到账。刘教授看向了苏元，询问他的意思。苏元马上点了点头，表示同意。那就打钱吧，我们苏园长同意了。把账号发过来，我们立马转账。你们不要再挖了，千万不要再挖了。很快，苏元的账户便是来了到账短信。丁，你尾号4918的账户到账2300万元。看着到账短信，苏元心中大定，有了这笔钱，动物园短期内都不用筹钱的问题了。钱教授迅速赶到现场，简单的交接过后，苏元带着熊妈，当然还有熊猫的存粮回去。到了动物园，几人直接来到了熊猫馆。刘教授看到熊猫馆里的一只萨摩耶，眼睛一亮。苏园长，这是几个意思啊？哈哈，这是别人弃养在我们动物园门口的，我看着挺合适的，就给放这了。怎么样，和熊猫很像吧？行吧，你的动物园你做主，我们还是先看下熊猫崽子的情况。刘教授直入主题，准备先看看小崽子的情况。苏元点头，把小崽子抱到怀里，让刘教授检查，而熊妈则在一旁守着。原住民萨摩耶看到突然来了这么多客人，也很是兴奋，汪汪汪的就跑了过来。张小云带着笑，蹲下身子逗着这个小家伙。还好情况没有恶化，而且体温还回升了一些，后续保持住问题就不大。就在此时，萨摩耶突然应激，狂吠不断。不仅如此，熊妈也是站起了身子，把苏元和小崽子护在身后。而在笼舍的门口，一只身躯庞大、身上铺着金黄色毛皮的家伙走了进来，才看清虎妈的模样。张小云和刘教授也傻眼了。卧槽，这家伙没拴绳子。几人正在给熊猫崽崽检查身体，没想到一只东北虎悄摸地走了过来。就在两人一狗被吓得不知所措时，啪的一声脆响突然响起，竟然是苏元，直接上前给了虎妈来了一个脑瓜崩。你不在虎园好好待着，跑这来干啥？多好玩，老娘跑出来的。你这家伙，你看把他们给吓的。苏元指了指还处于应激状态的狗子和熊妈，又指了指如同雕塑一般的张小云、刘教授。我又没干啥，下次注意好不好？别生气，陪我玩玩嘛。行吧，你跟我过来。刘教授，小云不怕，这家伙不伤人的。来，虎妈笑一个。虎妈皱着张脸挤了半天，可算是挤出笑容出来，就是这皮笑肉不笑的模样，着实是把刘教授和张小云给看懵了。而熊妈看着在苏元手下这么听话的老虎，也是放下了警惕，靠了过来，还闻了闻虎妈的味道。对于熊妈的靠近，虎妈却是没什么太大的反应，甚至大方地让她闻。苏元见状，也是来了兴致。你们俩现在也算是认识了。这个是熊妈，才刚刚生完小宝宝；这个是虎妈，之前在其他地方遭了苦，现在来了我们这，是不是要一起好好的？苏园长这是要干啥？让熊猫和老虎交朋友？开玩笑的吧？两个人都被苏元的举动给整懵了，不过更猛的还在后边。只见熊妈和虎妈在张小云和刘教授二人无比震惊的目光中，伸出了前爪相握，刘教授的下巴差点没掉地上。我的天，这特喵的奇迹呀！而此时动物园门口来了几个西装革履的人员，门卫老张看到几人，赶忙上前迎接。王局，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快里面请。老张啊，你们动物园最近怎么样？托您的福，还算不错。咱动物园新引进的东北虎，温顺的像只大猫，撒娇卖萌样样俱全。而且今天我们这还引进了一只熊猫，我们苏园长都有些烦了，说那熊猫特别粘人呢。老张啊，你这嘴有几句能信的？东北虎温顺的像大猫，熊猫粘人。你说的熊猫，别是你们那只在熊猫园里的萨摩耶吧？听着王局长的调侃，老张不乐意了。王局长，你要是不信，跟着我来看一下。行，那我们就跟着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温顺的像大猫的老虎，还有什么粘人的熊猫。其他人闻言也是哈哈笑着点头。老张的性格他们都知道，那嘴是真没说，死的都能说成活的。于是在老张的带领下，王局及一众随行人员来到了熊猫园。本想看笑话的众人都愣住了，只见一只老虎、一只熊猫、一只狗，三种完全不搭嘎的动物，此时居然都在里面，而且还在其一起玩警察抓小偷。只见东北虎在前面跑，熊猫在后面追，追到了又追逃换位。我勒个去，熊猫和老虎成了朋友，这放出去的惊掉多少人的下巴。此时苏元也发现了王局长一行人，连忙就走了出来迎接。
王局长，欢迎欢迎，走去办公室，我那有一壶不错的茶。就不去了，小苏啊，我来就是有个事要问你。王局，您指示。是这样的，你们动物园不是有一本救援证吗？咱们这一片山林，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单靠我们林业局也忙不过来。我希望你们可以帮忙救助保护山林里的野生动物。我们是有救援证，不过我们救助的时候可以把动物带回来吗？当然可以，而且救治的动物也是有专项补助的。免费的动物还有专项经费，这哪里有拒绝的道理？当然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有你的加入，我们的工作绝对能轻松很多啊！对了，你们看天气预报了吗？看了，说今天晚上有暴雨。今天晚上台风要登陆了，这次的雨可能会比预想中的更大一点。你们趁着天色还早，赶紧做好准备。送走王局长一行，苏元赶忙带着老张等人忙活起来。值得王局长如此郑重的提醒，晚上的风雨绝对不小。几人一连忙活了一个下午，把动物园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一遍。等做好一切，天色也是彻底黑了下来。令人头皮发麻的雷声骤然响起，雷声之后，狂风骤起，如同石子般大小的水珠拼命地砸了下来。众人一起在房中躲雨，听着头顶瓦片发出的吱呀吱呀的声音。嚯，你们这瓦房还滴水啊？老张，这2天先安排人把房子给修了，就这样子，指不定哪天就塌了。苏元的话还没说完，屋顶的吱呀声更明显，轰的一声巨响，房顶塌了，然后2个家伙直接从屋顶掉了下来，正是熊妈还有虎妈。Hello， 晚上好啊！看着从天而降的熊妈和虎妈，现场几人都懵了，就连雨水打到脸上都没感觉。都别愣着了，赶紧转移阵地，屋顶都没了，再待下去都得感冒。苏元带着熊妈和虎妈赶紧来到了偏房，先找来毛巾给熊妈和虎妈擦干净。苏元再用吹风机给2个家伙吹毛发。熊妈还好点，虽然有些反抗，但还是老老实实的让听。唯有虎妈听到吹风机的声音就不得劲，龇牙咧嘴，把老张等人都给吓了出去。干啥呢？给你吹干来，要不然感冒了。老娘不用那玩意儿，就老娘这体质，不可能感冒。行，这可是你说的，感冒了可不怪我。虎妈见苏元转头，然后开始用她的大脑残蹭着苏元的衣服。苏元看着虎妈，哭笑不得。你这家伙，我真的是……苏元正准备再说些什么，结果熊妈又靠了过来，2只胖胖的爪子直接抱住了苏元的大腿，然后也开始用她的大脑袋蹭着苏元的裤腿。你们俩真的是够了！不要松开，打雷，怕！熊妈抬起眼睛，委屈巴巴地看着苏元。一旁的虎妈见状，也是轻轻地靠了过来，贴着苏元席地而躺，看着2个家伙，苏元叹了口气，还能怎么办？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嘛。左手抱着虎妈，右手抱着熊妈，就这样苏元慢慢地睡着了。紧接上集，男人抱着东北虎和大熊猫一觉睡到了天明。刚起床，男人就发现整个动物园被昨夜的狂风暴雨吹得到处都是垃圾。就在他打扫卫生时，2只国宝级的动物突然跑过来帮忙。只见东北虎用灵活的尾巴左右扫动，还真就把一些垃圾扫到了苏元的脖子。而熊妈则更是干脆了，直接用屁股把垃圾给顶过来。看着把自己折腾得满身泥泞的2个家伙，苏元是一头脑袋2个大。你们2个到底是来帮忙还是来捣乱的？哎，虎妈，你干啥呢？只见本还在用尾巴打扫卫生的虎妈，似乎是闻到了什么味道，径直的就走到了动物园的一角，鼻子疯狂耸动。有味道，是猴子的味道。听到虎妈心声的苏元也是愣住了，眉头皱起，径直来到了虎妈的身边。有猴子就在下面，还活着。小云，来帮个忙，这里好像有动物被困了。苏元赶忙把小云喊来，2人一起用力把大石头抬了起来。随着石头被搬开，下面的身影也是显露了出来。这是一只有着金色毛发、全身毛茸茸的小家伙，似乎是受伤太严重。小家伙蜷缩在碎石堆里，奄奄一息。这是金丝猴，快把它救出来！几人马上带着金丝猴来到了医务室。刘教授根据现有的设施，给小金丝猴做了个全面检查。不幸中的万幸，小家伙应该是从山上摔下来的，只是外伤以及轻微的脑震荡。他能喝奶吗？我给他泡点奶喝。可以，就用熊妈崽子的奶粉冲泡。很快，苏元就把冲泡好的温牛奶带了过来，尝试着喂给小金丝猴，似乎是真饿了，奶嘴才碰到小金丝猴的嘴唇，这家伙就开始了大口吮吸。能吃就能活，问题不大了。一瓶奶很快就喝完了，小金丝猴也是渐渐的醒了过来，才刚睁眼，小金丝猴就是满脸的惊恐和焦躁。山塌了，危险，危险！苏元小心地安抚着小家伙，在这轻柔的动作下，小家伙的情绪平静了不少。小家伙看着苏元，似乎知道就是这个人类救了他。谢谢你，可是我的同伴还在山里，我要去救他们。小家伙挣扎着就想要起身，似乎还准备进山。你受伤了，不能进山。那你带我一起去救，好不好？求你了。元哥，他是怎么了？他的同伴也应该被困了，他想要进山救援。那我们也去吧。当然去，我们收拾下东西。熊妈和虎妈看苏元要出门，也吵着要一起。
苏元没办法，就带着2只国宝一起上山救援。走了半个小时，终于赶到了地方。只见林业局的王局长带着几个救援队的人已经到了，正在一起费力地推着巨石。而在巨石之下，一只被压着的猴子正在发出哀鸣。可费了半天劲，这石头依旧是纹丝不动。不行了，王局长，根本推不动啊！就在此时，突然新的力量加入，居然让巨石动了一下。刹那间，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只见一身斑斓毛发的金色大虎和一只圆滚滚的大熊猫正低着头奋力前推。加油，虎妈、熊妈，继续！一声清脆的呼喊在虎妈和熊妈之间传了出来。到这时，众人才发现苏元的存在，实在是虎妈和熊妈的体型庞大，把中间的苏元给完全挡住了。居然是他喊来的老虎和熊猫！我的天，这么神奇的吗？一个转头的功夫，苏元发现这些人居然呆在原地，就那么瞪大眼睛看着他。你们愣着干嘛？帮忙啊！现在是看热闹的时候吗？干活，快帮忙，一起推！大家听我指令，一起用力！1、2、3，推！现场所有人都开始了努力，一声又一声的怒吼传出，同时传出还有虎妈和熊妈的低吼声。在一阵剧烈的摩擦声下，巨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缓慢后移，挪开了。卧槽，真挪开了！惊呼声下，刘教授带着医疗箱赶忙到了现场。张小云作为助手也是跟了过来，把猴子从头到尾都检查了一遍。刘教授怎么说？还好，这家伙应该是猴王，身体比较强壮，脂肪层也比较厚，所以受伤不是很严重，后续调养一下，问题不大。来，我们也先别歇着，现场还有其他猴子等着救援，大家伙再努力一下。话音落下，众人又加入了新的救援之中。苏元当然也没闲着，拉着虎妈和熊妈在现场各处奔波。2个半小时之后，现场的猴子全都被救了出来。救援过后的众人席地而坐休息着，聊天的内容基本不离苏元和老虎、熊猫。今天的这些事情太令人印象深刻了。此时，最开始救助的金丝猴拿着果子送给苏元，感谢你，梁教授，谢谢你的帮助。不止金丝猴妈妈如此，其他的金丝猴也是纷纷来到苏元的面前，给他道谢，一个个的拿着果子送给苏元。一小会儿的功夫，果子居然都堆成了小山。苏元看着也是哭笑不得。大家来分果子了，金丝猴感谢大家的救助，送果子来了。猴子送果子，我靠，这我得去吃一个。好家伙，这猴子也太聪明了吧！惊呼声下，众人全都靠了过来，一人拿了一个，吃得不亦乐乎。这种山里的野果子虽然没有市场上的那么甜，但味道却是独一无二的，酸甜涩，味道交融，再加上是劳苦之后的谢礼，众人吃的都很开心。不过就在此时，现场的临时指挥急急忙忙地找到王局，似乎有什么事要汇报。怎么了？有啥事？是小虎，我刚刚让他去山下给大家买些水来，可回来的路上掉泥坑里去了。人现在在哪里？赶紧带路啊！男人刚带领众人救治了一群金丝猴，不料一名救援人员不慎掉进了泥潭里。只见整个泥塘的边缘全身丝滑的烂泥，根本就没有着力点。在泥塘的中心位置，小虎肩膀以下已经全部陷进泥泞里了，估计再有个几分钟就得全陷进去。一个救援人员顾不得其他，直接就踏入了泥泞，才走了2步，救援人员就差点滑倒。还好附近的人员眼疾手快，一把扶住拉了上来。这怎么整？全是烂泥，根本就进不去了。扔绳子，让小虎抓住绳子，我们再拉出来。对，快扔绳子。有了方法后，众人赶忙找来粗麻绳，并在绳子的尽头绑上石头，用力一扔，绳子准确地落在了小虎的身旁。抓住，用力抓住，我们拉你上来。拉不住啊，我的手被困住了。他的手已经陷进了泥泞之中，根本就伸不出来。他甚至想要嘴去咬住绳子，可脑袋活动的距离有限，根本咬不住。在一旁的王局长着急的直接就往泥坑里冲。苏元距离王局最近，一把就拉住了这家伙。局长，你冷静点。我不去，你不去，小虎谁去救？我们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陷进去吗？有办法，你别急。猴王，过来一下。苏元转头把之前救出来的猴王招呼了过来。猴王对于苏元还是挺有好感的，毕竟刚刚就是这个人救出了他。怎么了？你们能想办法救救那个人吗？当然没问题，看我们的。猴王转头直接把没受伤的猴子给喊了过来，一声令下，猴群来到了小虎正上方的一棵大树之上。一只猴子抓住一只猴子的脚挂了下来，之后一只又一只组成了猴链，来到了小虎的身边。我的妈呀，猴子捞月，是猴子捞月啊！苏园长居然让猴群重现了猴子捞月，太牛了吧！什么捞月啊？这捞的明明是人。苏园长，这次可真是多谢你了，之前的救援，现在的救人，真是感激不尽啊！王局，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们快点拉绳子，小虎都要陷进去了。此时的猴群已经把之前的绳子捆在了小虎的腋下，依靠猴群的力，肯定是拉不起深陷泥泞的小虎，所以还是得靠绳子来拉。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小虎被顺利的救了上来。重获新生的小虎，那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找到苏元，差点没给他跪下。救援结束后，苏元一行人也开始下山了。
一群金丝猴听说山下包吃包住，也都跟了过来。就在此时，轻微的叫声从不远处的石队处传出。元哥，有动静。队伍最前方的苏元听到，走了过来。小云，怎么了？那里有动静。疑惑之下，苏元走了过去，小心的把石头挪开。一只浑身都是泥浆的小家伙出现在了面前。这是小狼崽。此时的红龙动物园门口，一个头发花白、腰板挺直的老头看着老张，笑骂不已。老张，你可别给我吹了，咱们整个动物园只有20万，哪里来到老虎和熊猫啊？老爷，是真的，老虎、熊猫都有，我骗你干啥？好，是真的。那动物呢？哪里去了？动物都被小袁带去山里了。怎么去的？走路去的。老张，就你说的这话，你自己信不信？还走路去的？咋地？小袁能牵着老虎、熊猫进山吗？这是老虎，不是狗。你这家伙真的是越老越糊涂。我说的都是真话，怎么就不信我呢？小袁回来了，老爷你快看！苏建国连忙转头看去，只见2只国宝在前方开路，苏元抱着一只狼崽，身后跟着2人和一群金丝猴。苏建国看了看老张，又看了看远处的苏元，愣了半晌。所以你说的都是真的？当然是真的，要不然你以为我在给你编故事呢？老头，你来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啊？听到苏元这声称呼，苏建国差点气背过去。和你说过多少遍了，别叫我老头子，要叫我爷爷。谁家正经爷爷会给自己孙子留一个破产的动物园？而且我爸我妈也不知道跑哪度假去了，他儿子搁这累死累活的，老头子，你说你该不该管？苏建国还想反驳，但依旧不知道说啥。想了半天，他只能掏出手机打给了他儿子。奶奶个腿的，你还跑去度假了？赶紧给我滚过来！明天早上要是见不到你们，打断你的狗腿！几句话下，苏建国直接把手机一挂，然后满脸堆着笑的看着苏元。你爸妈以前就是在农科院搞动物研究，让他们过来给你喂喂动物，你觉得怎么样？这还差不多。等到第2天一早，一辆长城炮就停在了动物园的门口，紧接着一个风姿卓越、打扮精致的中年美妇就是下了车，才看到出来的苏元，直接快步上去，一把搂在怀里。我的宝贝儿子怎么这么瘦了？这段时间是不是没好好吃饭？没瘦，最近吃的老好了。对了，我爸呢？别提你爸了，听说你驯服了东北虎啥的，倔脾气就上来了，一大早就进了山，说也要驯服个动物回来给你开开眼。就在此时，一阵轰鸣声突然从山里传了出来，只见一辆摩托车以一种近乎玩命的速度从山道上飞驰而下，骑在车上的人赫然就是苏元的父亲苏大强。此刻苏大强的脸上全是惊恐，他一边疯狂拧油门，一边回头张望，而在他的摩托车后面尘土飞扬，紧跟着7、8头体型矫健、眼神凶狠的森林狼。苏母脸色惨白，连忙把苏元拉到身后。苏建国和老张也是听到了动静，带着家伙就跑过来。可等看到远处的场景后，也都是脸色一变。等狼群靠近了点，苏元马上开始倾听动物的心声，狼王的心声传入了苏元的脑海之中。敢偷走我的孩子，不可饶恕！搞什么？老爸怎么还抢人家孩子啊？男人在回家的路上意外救助一只小狼崽，没想到第2天男人的伟大手势被野狼群误认为是偷狼，被一路追杀到了家门口。就在一群野狼和几人剑拔弩张的时，苏元飞奔回动物园，把昨天救助的小狼崽带到了野狼王身边。是他，从前天晚上下大雨和他走丢后，我就一直在找他。这小家伙昨天差点死在山上，还好我们路过碰到了，现在你崽子也找到了，赶快回去吧。你等我一下，我有东西给你。狼王转头飞速离开，约莫着就1分多钟左右，狼王去而复返，不仅回来了，这家伙还带了一份礼物给苏元。谢谢你，没有你的救治，我的崽崽肯定已经没了。这是野山参，锦缎皮、铁线纹，还有这密集的芦苇，这山参的年份应该有100年。真的假的？这玩意不是已经绝迹了吗？你们送的东西我很喜欢，吃饭没？要不跟我回去，我给你们做顿好吃的。狼王听到有吃的，立马点头。之后，在几人的忙碌下，每条狼的面前都有一个大盆子，而盆子前还有着大块大块的牛肉。狼王的眼睛都亮了。山里暴雨，无论是捕猎还是找野果，都比以往困难了很多。他们已经有很久没吃到这么丰盛的美食了。哈哈哈，这些家伙吃的也太快了吧！众人看着不远处吃饭的狼群，也都是哈哈大笑。不过就在此时，一群不速之客突然闯了进来。谁是管事的？你们这块地，我们老板看上了，麻溜的把字签了，然后搬走。突如其来的变故把原本的温馨瞬间打破，众人全都愣住了，就连吃着肉食的狼王也都看了过来。一份拆迁合同被甩在了地上，苏元的脸色如同冰窖。红龙动物园有足10多公顷，这么大的地方，觊觎的人自然不少。
特别是搞房地产的。难怪之前好好的动物园突然破产了，肯定有这些人的原因。小袁，无论你怎么想的，我们都支持你。园长，不怂他们。老张我以前也是当兵的。衣服一脱，老张露出了被岁月侵袭下的肌肉。苏妈和苏爸当然也不怂，一人拿着一把铁锹，站在了苏元面前。看到他们这副模样，带头的小混混大手一挥，外边又涌进来一群黑衣男子。这些人表情严肃，手上还拿着棒球棍，意味已经很明显了，敬酒不吃，就等着吃罚酒。只给你们10分钟，10分钟一过，你们要是不签字，可别怪我下手太黑。我就这么和你们说吧，一条人命100万，你们这几个撑死了不到1000万，我们老板还是不差这个钱的。这么说的话，你们这么多人，一个要是算100万的话，我好像赔不起啊。这话一出，小混混愣住了，哈哈哈哈！你赔个的啊！你就剩1分钟了，要是不签字，老子干死你！杂毛举起棒球棍，嚣张的要翻天。看着这家伙，苏元一拍大腿，好像想到了什么。对啊，我不用赔钱，毕竟干你们的不是人，是野生动物。狼王，帮我干他们，事成后包吃包住。狼王眼睛一亮，瞥了那杂毛一眼，抬头就是一声狼吼。紧随狼王之后，现场的其他几匹狼也是一样的，抬头狼笑。切，就是几匹狼而已，还以为你们有什么底牌。小混混轻蔑一笑，突然一声狼笑从后方传出，紧接着一声又一声的狼笑紧随其后，一时间狼笑成片。小袁，这是什么情况？他们不是人多吗？现在看看谁的人多。应该是狼多。苏元的话音才落，一条又一条的野狼冲了进来，密密麻麻的，足足有上百条。原本还嚣张不已的小混混，顿时吓得腿肚子都在打颤。他妈的，哪里来的这么多狼啊？现在你觉得你们人多吗？或者说你们觉得我的狼还不够多？如果还不够的话，虎妈。震耳欲聋的虎啸声骤然响起，一身金黄色的毛发的虎妈迈着沉稳的步子来到了苏元的身旁，金黄色的树瞳死死地盯着杂毛以及那些黑衣男子。我操！老虎！狼群的出现就已经让他浑身发颤，而现在老虎的出现让他再也撑不住了，怪叫一声，小混混拔腿就跑。其他的黑衣人员也是如梦初醒，哭爹喊娘的就往外冲。刚刚还不可一世的地痞流氓，眨眼间全跑了，一连跑了7、8里地。见狼群和东北虎没有追，小混混才松了口气，掏出手机拨通了个电话。姓王的，你那破活儿，谁干谁干，反正老子是不干了。你知道老子刚刚看到了什么吗？上百条狼，还特么有老虎。我给你加钱，加多少钱老子都不接。啪的一下，电话挂断。小混混惊魂未定地看了眼身后，此时某豪华办公室，一个西装革履、带肚便便的男子坐在主位，听着手机里的忙音，脸色铁青。看，好不容易把这动物园搞破产，现在又整这事。开发山林别墅是他的重中之重，可就那么好死不死的被这动物园卡住了。喂，我要的东西到手了吗？老板，我办事你放心。红龙动物园里，苏元对狼王表达着感谢。这次要不是狼王喊来这么多的小弟，只依靠虎妈可还解决不了。小事一桩，而且要麻烦的是我们。怎么了？这次的暴雨摧毁了我们很大部分的领地，而且不少的同伴都受伤了。对于团队合作的狼群来说，受伤则意味着拖累。苏元顿时了然。没问题，你们同伴想要留下的全都可以留下，而且为了表达对你们的感谢，我会在动物园的附近设立定点投喂，你们只要找不到吃的了，就能来投喂点自行取食。狼王深深地看了苏元一眼，他原本想的是这个地方能接收他的部分同伴就已经很不错了，却是没曾想到这个人类不仅接收他的同伴，还设立喂食点。他果断地再次转身跑进了山里，这次一去一回花了10多分钟的时间，狼王又带着谢礼回来了。男人答应狼王收留族群里受伤的野狼，狼王为了感谢男人，便从山上叼下来一块金灿灿的金属。看着狼王扔在地上的东西，苏元都愣住了。这麻麻赖赖、黄澄澄的玩意，怎么那么像狗头金啊？没错，就是狗头金。真是狗头金呀！这玩意儿可值老鼻子钱了。之前就看过新闻，一块狗头金卖了几百万呢。这么大一块，这狗头金哪怕纯度不高，可能都有上千万了。大强，这玩意能值上千万？主要是稀缺，而且是天然金，这东西的贵在收藏、研究价值上。一些特殊形状的，应该还会更贵。这狼王我喜欢，送礼狼王啊，哈哈哈！老爸，你们路过，找个销路把这狗头金给卖了，好修缮我们的动物园。苏大强闻言也是连连点头，有老爸处理这个事，苏元也放心。之后在苏元的安排下，狼群之中受伤了的森林狼入住了狼舍，野狼入住后，狼王便带着他的小崽子，还有其他健康的森林狼回到了山林之中。第二天清扫干净了的动物园再次营业，不过游客还是零零闪闪的几个人。就在苏元发愁如何才能把动物园的名声打出去时，惊呼声突然响起：“快来人啊！有人跳到狼窝里了！”苏元脸色一变，
直接就往声音的来源而去。等苏元到了狼舍的时候，现场围了不少人。今天来的游客几乎都在这里，一个个的指着狼舍的情况议论纷纷。那家伙也是该死，非要站在围栏上自拍，这下好了吧，直接掉下去了。园长来了没？赶紧喊人啊！来了，我就是园长。听到园长来了，游客们纷纷给苏元让开了道路。苏元靠近后，就看到一个年轻的男游客正瘫坐在狼舍里，面无人色，浑身发抖，而几只昨天留下的受伤森林狼站在了他的旁边，冰冷的目光落在了哪个不速之客身上。园长，别发愣啊，快点救人啊！是啊，园长，快点打麻醉枪啊！没有枪扔炮仗也可以啊。此时张小云把一挂爆竹给到了苏元，苏元见状却是摇了摇头，反而把手机拿了出来，打开了视频拍摄，递给了苏母。儿子，你要干嘛？正好发愁如何把咱们动物园的名声打响，这不刚好有了。这话一出，一众游客更是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你这园长怎么回事？疯了吧？人都掉进去了，你还有心思拍视频？太不负责任了！报警吧，我拍个视频做证据。游客们纷纷掏出手机，报警的报警，拍视频的拍视频。苏元却不管他们，只是把手放进了嘴里，吹出了一声响亮的口哨。原本正靠近男游客的森林狼们齐刷刷地看向了苏元，只见苏元一直在比划着什么，野狼们看了一会就明白他的意思，便还是狼叫。不过这突然的嚎叫，吓得男游客都要疯了。救命啊！报警，帮我报警啊！远方的人呢？怎么没人来啊？地面上的其他游客也是慌得很，纷纷看向苏元。园长，你就别拍视频了，快救人吧！这要是出人命了，你这动物园的关门啊！不过就在此时，一声国粹突然响起，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去。只见原本靠近的森林狼居然没有扑杀男游客，反而来到了围挡附近，开始搭建狼梯。其中一只森林狼更是轻轻地来到了惊慌失措的男游客身边，拱了拱他，似乎是准备让他往上爬。这一下直接把男人给干懵逼了，就连苏母等人也是愣住了，一个个的眼睛瞪大，看着狼梯有些傻眼。你愣着干啥？快出来啊！游客如梦初醒，连滚带爬的来到了狼梯的附近，然后异常小心的踩在了森林狼的背上，一脚踩下，特别的坚实，而且狼群没有异动。男游客连忙加快了步伐，3步2步就到了狼梯的最顶端。当男游客来到护栏外边时，差点瘫倒在地上，之后便是一股喜悦直冲脑门。园长，园长，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太感谢你了。哎，你感谢归感谢，鼻涕可别往我身上 K 啊！周围游客轻笑出声，而这个时候，之前游客报的警也来了现场。是谁报的警？是我报的警。一个游客连忙上前，然后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通。警察看了眼游客，又看了眼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获救男子。你特喵的在开玩笑的吗？报假警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似乎是知道警察不信，那游客把自己刚刚拍摄的视频给了警察看。卧槽，还真是，你们这动物园有点东西啊！之后警察嘱咐几句注意安全的话语后就离开了。警察走了，苏元却是和张小云来到了书房剪辑视频，发了出去。只用了1个多小时，视频的播放量就已经达到了几百万。此时某豪华办公室内，宏达地产的董事长王长林也刷到了红龙动物园发布的视频。当他看到狼梯成型时，心里就知道这个视频绝对能火。但是要说谁最不想看到红龙动物园的火，那第一名绝对是他王长林。不能让他火，哪怕要火也不能这么简单。王长林咬牙切齿地拨通了一个电话，直接砸了500万下去，买通水军写黑稿。于是红龙动物园刚发布的视频评论区就开始了谩骂。我还以为啥呢？这一看就是摆拍，看到那些狼了不？都是受伤的狼，怎么可能搭狼梯？2分13秒的细节，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切屏剪辑了，破案了，又是个剧本摆拍，没意思，没意思，连动物园都摆拍了，现在还有什么是可信的？水军的言论很有针对性，每一条都对准了常识，普遍就一个意思，怎么可能是真的？本就两边倒的普通网民，瞬间就被带了节奏。难怪了，现在这些人真是不学好，啥不要脸的事都干。舆论瞬间被引导，各种质疑层出不穷。元哥，这可怎么办啊？这样下去，我们动物园就要被黑上热搜了。别急，现在你把汇总好的游客的视角和监控的视角一起发上去。张小云马上照做，很快一个又一个的视频相继出现在网络之上。一镜到底的监控视频，我的天，这居然是真的！红龙动物园也太牛了吧！我了个去，游客的现场视频也出现了，那些说是剧本的人呢？打脸了吧？在事情的反转下，红龙动物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登上了热搜。我掏他的猴子的，居然帮他免费上了热搜。就在此时，他的女秘书突然走了进来。老板，您要的东西已经到手了。男人正在动物园巡查时，竟然看见森林狼一手从树上踹下来一个人。原来是黑心地产商为了搞垮男人的动物园，竟然搞到了一种可以让动物发疯的药剂，然后将药剂交给了得力干将老莫。老莫也不负黑心老板的众望，连夜潜入了动物园，藏在了一棵大树上。等到白天人多的时候下手，最好再让发狂的动物咬上几个游客，这动物园就完蛋了。
我真是个小天才。老莫在树上沾沾自喜着，不过因为他潜入的有点早，等着等着就睡着了，而他的屁股也在不知不觉间滑了出来。到了天色大亮时，森林狼好奇的来到了大树边，看着露在外边的大屁股，想起了昨天大狼梯救了一个人之后，苏元就给他们加了一顿大餐。那如果把这个人救下，应该也行。一声狼啸之下，狼舍里的森林狼齐齐而出，然后又开始了大狼梯。卧槽，又现狼梯，快拍照！我的天，我也太幸运了吧！话说，是又有人掉进去了吗？管他呢！昨天刚在网络上看到，没想到今天又重现了，所有人都激动不已，现场动静很大，引来了苏元等人。刚到地方就看见正在搭建的狼梯，疑惑之下，苏元开始听森林狼的内心。我们救人，你等下给我们加餐。虽然听懂了森林狼的心声，苏元却是愣住了，看了狼舍一圈，苏元都没看到那个森林狼口中的人。在这，就是这。森林狼很是激动，三步两步窜到了树上，然后后腿一蹬，直接把睡着的老莫踹了下来。森林狼把人踹下后，才发觉自己太激动了，连忙又跑了下去查看老莫有没有摔伤之类的。而围栏边的人都懵了，卧槽，真有人掉下去了！不对啊，刚刚这人是在树上啊，而且他也没呼喊。不对劲，这个人不对劲。围栏上的人议论纷纷，而狼舍里的老莫直接懵逼了。我不是好好的在树上藏着的吗？怎么就掉下来了？而且这些狼要干嘛？不要拉我！老莫被狼群拉着来到了围栏边，然后催促着他上狼梯。不要搞了好吧，我是来干坏事的。围栏上的苏元也察觉了不对劲，于是马上掏出手机报了警，之后就催了一声狼上。听着苏元的哨声，森林狼原本的好态度淡然无存，一只又一只，直接把老莫给围住了。等了没多长时间，警察就赶到了现场。警察同志，他悄咪咪地躲在我们狼舍的树上，而且我们还从他身上搜出来了这个。警察疑惑地接过针剂，转手给了鉴定科的进行检查。很快，结果出来了，是狂犬病毒，而且是急发性的狂犬病毒。狂犬病毒有啥用啊？这种狂犬病毒一般是用给小白鼠做实验的，它只要注射进了动物体内，就会导致动物发疯、暴怒，而且是不可逆的。一个人偷偷摸摸地藏在树上，还带着一针让动物发疯的药剂，只要脑子没问题，都能知道这家伙要干嘛。陷害，一定是陷害！警察叔叔，一定要彻查，这种人绝对不能放过。安静，都安静！苏园长，你有什么想法吗？警察同志，我有一个猜测，但我希望在验证之前，你们先安排人去守着，要不然他一定会跑。听着苏元斩钉截铁的语气，警察队长在思虑片刻后，本着不放过的原则，一队便衣来到了目标的楼下。苏园长，人员已经就位，你可以验证了。苏元点了点头，用黑衣男子的手机拨通了王长林的电话。老莫，事情办得怎么样了？电话才接通，王长林的第一句话就暴露了他的身份。王老板，你好啊！只是一瞬间，王长林的背就湿透了，斗大的汗水从额头开始冒出。你想怎么样？只要你不报警，条件你随便提。你也别给我说条件了，你看看你身后吧。王长林一愣，目光后移，一声闷响，办公室的大门被破门锤给撞开了。紧接着，几名持枪便衣迅速而入，直接把王长林给抓获了。任务完成，目标已抓获。就当众人松口气时，突然的声音在手机那头响起：队长，有情况，王长林还涉及军事泄密活动。现场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所有游客都惊呆了。王长林背后牵扯出的大瓜远超苏元的预期，甚至市局领导都亲自来到了动物园，对苏元表示感谢。苏建国看到牙都笑掉了，拉着市局领导在茶室里吹牛皮，说自己这孙子多么给力，要不是市局领导和苏建国以前是战友，还真没工夫搭理他。没有管吹牛皮的爷爷，苏元来到了一旁接了一个电话。苏院长，我们在秦岭发现一只黑化云豹，一群动物园派出的专业饲养员都来了，只要能把它驯服就可以带回动物园。你也可以过来试试能不能驯服。得到消息的苏元马上带着张小云赶往秦岭。此时在秦岭山林之中，一声怒吼响起，一只体型不大但脾气巨暴的家伙正龇牙咧嘴地看着眼前的两脚兽。这家伙好凶啊，都打过镇静了，居然还如此的暴躁，着实是有些惊人。怎么说，让那些动物园的驯兽师过来吧。这云豹可不是普通云豹，而是极其稀少的黑化云豹，无论放哪个动物园都是属于镇馆之宝的存在。而在得知黑化云豹的存在后，附近的一些动物园都派来了说客，想要把云豹带回家。那个红龙动物园的苏园长到哪里了？我刚刚打过电话了，他说要是急的话可以不等他。行，那就不等，让其他动物园的人都进来吧。秦岭深处出现一只黑化云豹，一群动物园的驯兽师使出浑身解数，想要将其驯化，带回动物园当镇馆之宝。有用特殊玩具、特殊食物的，还有动物园还带了只母云豹过来，尝试使用美豹计，可最后全都没用。笼子里的黑化云豹除了朝他们吼叫外，没有其他的动作。唯一一次有变化的，也就是魔野的饲养员了。
这家伙居然带来了猫科动物最喜欢的猫薄荷。把猫薄荷放在黑化云豹面前的时候，这家伙难得的没有吼叫，只是疑惑的看了一句。就在众人以为魔也会抱得美抱归的时候，黑化云豹再次暴起，而且嘶吼的声音比以往更加的凶狠。就在所有人都没办法时，一声刹车声突然响起，苏元带着张小云赶到了现场。王局长赶忙上去带着两人来到了笼子旁。一众动物园的饲养员们看到这么个小年轻，都是议论纷纷。好家伙，来了个毛头小子，这家伙最多20来岁吧，能有什么经验？真是浪费时间。看着苏元，所有人都是一个意思，他们都搞不定的云豹，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更加不可能。苏园长，他说的也没错，你要是没信心的话，要不就别试了。刚刚发生的一切，王局长都在场，所以他对苏元也有了一丝的不看好。苏元则是没管他们在说什么，直接开启了倾听动物心声的能力。好困，好冷啊！这些两脚兽都不是好东西，尤其是那个拿猫薄荷的，太可恶了。听到云豹的心声，苏元疑惑地看了一眼猫薄荷，之后就去车里抱了一床被子出来。一床棉被能干嘛？这家伙不会是带不走云豹，想要捂死他吧？哎，干啥不行，浪费时间第一名。围观的饲养员们没有一个认为他行，而苏元也没管他们的闲言碎语，直接来到了笼子旁，把棉被慢慢塞了进去。来，小家伙，这个给你盖，很暖和的。棉被刚进的时候，云豹还有些暴躁，可等棉被全部进到了笼舍，盖到了云豹身上后，在场的饲养员全都瞪大了双眼，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因为之前一只发狂的小家伙，现在就静静的躺在棉被里面，闭着眼睛，很是舒坦。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啊！卧槽，一床被子就搞定了。不可能，一定有鬼，他一定在棉被里加了东西，一定是加了，肯定是镇静类的药剂啊！其他的饲养员听了这话，又重新看向了苏元。苏元本想否认，毕竟他没干过，可看着这些饲养员一脸期待的表情，他的想法却是变了。我没有，我绝对没有，你们别胡说。苏元的语气不是很坚定，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狡辩一样。这一下，就连一直力挺他的王局长都有点怀疑了，而一众饲养员连忙大喊，纷纷要杨所给个公道。杨所看了苏元一眼，皱了皱眉头，他感觉苏元是故意的，但他没有证据。既然这样，那就检测一下吧，看看是否有镇静成分的药剂。很快，棉被就被工作人员给重新取了出来，然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完成了取样。取样完成，接下来就是等待结果的过程了。苏园长，没想到你看起来眉清目秀了，干起事来居然这么不讲道德啊！就是，我们都光明正大的进行引诱，这家伙居然直接玩科技与狠活，难怪一脸的自信。早就说了，这种人就不应该参加测试，浪费时间。苏园长，他们说的应该是假的吧？接二连三的嘲讽从他们的口中传出，把王局长都给听得心惊胆战的。苏元刚想解释一下，检测人员就出来了，所有质疑的人迅速围了过来。是不是有镇静成分？自信一点，肯定有。我们应该问放了多少镇静剂？是啊，要是超过标定剂量，可是要判刑的。我估计就看云豹那模样，这家伙至少得踩2、3年的缝纫机。很抱歉，棉被里并没有检测出镇静成分，甚至没有任何化学成分的残留。这话一出，现场鸦雀无声，若真可闻。一众饲养员有一个算一个，全都蒙圈了。苏元看着他们震惊的模样，忍不住笑出了声。魔野饲养员听到苏元的笑声，愤怒地来到了跟前。很妙的，你说你到底是把镇静剂葬哪里了？老实交代，否则我可是要报警了。报警？好啊，你赶紧报，这样也好把你抓起来，是不是？魔野饲养员眼神突然开始退缩了起来。苏元没有管他，而是来到了笼子旁，捡起了一朵猫薄荷。这是之前魔野饲养员用来引诱云豹的东西。拿着猫薄荷，苏元展示给了所有人看，然后在大家的注视下，苏元抖了抖，顿时白色的粉末缓缓地从猫薄荷中洒落而下。魔野饲养员的神情也是一变再变，最后直接冲了上去，就想抢下猫薄荷来。站住！你想干嘛？一声又一声的怒喝响起，这些原本还跟着魔野饲养员说话的人们，直接反手把这家伙给抓了起来，怕这家伙挣脱，还得结结实实的捆上了。放开我！我没干这个事情，你们都被这小子给骗了。魔野饲养员还在狡辩，可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确定是镇静成分，而且用量超标，足足5倍。5倍，你这家伙也真是够胆大！不干人死的活，我特喵真想一拳捶死你！就在众人忙着抓魔野饲养员的时候，云豹居然偷摸着走了出来，一声嚎叫突然响起，一群人这才惊觉。卧槽，这家伙逃出来了，快跑！一只黑化云豹突然从笼子里逃了出来，几人马上从帐篷里掏出了镇静枪，正准备射击时，苏元突然摆手阻止射击，然后就轻轻地在云豹的背上挠了起来。就是这苏福啊，这人类太懂我了吧，他居然知道我痒。云豹苏福的心声不断响起，后面干脆躺在了苏元的怀里，
任君采撷。这是给挠服了，这是。就苏园长这技巧，还用个丢的镇静啊？他这手就是最好的镇静了。就在一众饲养员们惊叹连连时，苏园突然从云豹身上找到了一根奇怪的毛发。杨索，你快来看看，这是啥？杨索自信地走了过去，信手接过毛发，正准备给苏园科普一下云豹异化的毛发时，却是愣住了。这是老虎的毛发。杨索，你开玩笑吧？这可是秦岭，怎么能有老虎？杨索也有些狐疑，他怀疑自己看错了，拿起毛发到眼前，看了又看，还弹了几下。毛发如真，是虎毛没错，而且还是背部的毛发。苏园长，你怎么了？杨索正在疑惑时，突然就看到苏园的表情变了。原本还慵懒地躺在苏园身上的云豹站了起来，背部拱起，龇牙咧嘴，而同时间还有一个更加浑厚的低吼从不远处传来，惊呼声骤然响起，众人风一样的往后跑去。至于什么不要背对老虎啥的，全都抛之脑后。这可是真正的野生老虎，一连跑出了50-60米，这些人才停了下来，找了个大树挡住身形，一个又是一个脑袋，才缓缓地从树后探了出来。这一看，却是把他们给看愣住了。那老虎居然没追他们，而是在喝水。来，再来一点。这家伙干啥呢？不跑就罢了，还给老虎倒水喝。我有个猜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们说这苏园长不会是准备驯服这老虎吧？不可能，老虎可和原豹不同，这是大型捕食者，无论是脾气还是性格，都注定了不能被驯服。就在此时，远处苏园的声音响起：“杨索，肉在哪里？老虎饿了。”哈，你说啥？我问你肉在哪里啊？我在这里啊，怎么了？苏园有些无奈了。只能拿起电话打了过去。王所，你们能过来吗？就这点距离，不至于打电话吧？我们怕，那可是老虎，它不咬人的，你找点肉给它，它很听话的。你这话说的，我怎么这么不相信呢？几人对视了几眼，还是走了回去。就在苏元和杨所去找肉时，一个饲养员不信邪，尝试着靠近了老虎两步，骤然响起，吓得这家伙一屁股摔在了地上。别靠这么近啊，他有点怕生。那饲养员一脸懵逼地看着苏元，他觉得苏元是在搞笑。可等苏元带着肉块到了老虎的跟前，这家伙的怒相却是收了起来，开始对着肉块大快朵颐，甚至苏元把手放在他的背上，都无动于衷。苏园长，我都有点想抓你去切片了。我也乐了，也想吃肉。看着老虎吃着肉块，云豹也馋了。苏元点头，又找了些肉块出来，给到了云豹。嘿嘿，我也有吃的了。看着和老虎距离不超过2米，酷酷吃的云豹，一群人又陷入了沉默。这么近的距离，居然没有应激。苏元在杨所的眼前挥了挥手：“杨所，你怎么了？啊，怎么了？你们不检测一下这老虎吗？为啥要检测啊？杨所，我们是在秦岭，你们就不好奇这老虎是哪里来的吗？”卧槽，对呀，差点忘了这茬，赶紧检测下，看看谱系。苏元也蹲下，轻轻拔了几根毛发，递给了杨所。因为谱系的问题涉及面比较广，所以检测需要久一点。而在等待的间隙，一众饲养员们却是在苏元的陪同下，从头到脚把老虎看了个遍。有点华南虎的特征，应该是华南虎。可问题是，秦岭的华南虎不是灭绝了吗？也不知道这家伙是哪里来的。议论声不断响起，众人围着老虎品头论足。正在吃肉的老虎突然抬头，目光看向山林深处，一众饲养员跟着目光看了过去。只见又一个身影悄然出现，又是一只老虎，不过这只竟然是黑色的。卧槽，黑特喵的居然是黑虎！过来，快过来，我遇到好的两脚兽了，吃的，他给了好多好吃的。一边吼着，华南虎还让远处的黑虎看他的虎食。远处的黑虎看着肉块，眼里浮现了渴望。他的腿受伤了，捕猎特别的困难，可他对人类有一种天然的抗拒。黑虎没有贸然靠近，只是在远处低吼不断。就在这时，苏元又拿来了2盆肉，上好的牛奶，一看就特别漂亮。来，管够！苏元的话，再加上心上的2盆大肉，让黑虎彻底动摇了，一步步缓缓地靠近。黑虎走得很慢，有谨慎的原因，也有受伤的原因。闻了闻肉块的味道后，黑虎深深地看了苏元一眼。谢谢你。接着，黑虎也吃了起来。退了老远的一众饲养员们看着苏元的动作，也是惊叹连连。苏园长这时又勾引了一只老虎，太牛不一了！拍个照留念，这一幕能做我屏保。别拍了，有新情况，快加麻醉枪！此时2虎都已经把肉块给吃完了，他们吃饱后并没有走，反而看向了苏元。饲养员们发现了老虎的眼神不对，连忙取来麻醉枪。和预想中的扑杀不同，2个家伙却是在苏元的脚边推耸了起来。华南虎咬着苏元的裤脚往前拉，黑虎在后面往前推。他们要带我去个地方，你们跟着一起吗？这话一出，一众饲养员先是一愣，然后连忙摇头，那头摆的比拨浪鼓还欢。行吧，
你们看着云豹，我过去瞅瞅。3人被一只华南虎和一只跛脚的黑虎强拉硬拽的来到了山林里，竟然发现了一只蓝虎幼崽。我了个去，蓝虎居然是真的存在。不过这小家伙好像天生跛脚啊。没错，这孩子的脚和我的一样也折了，我们根本养活不了这小家伙。我知道你是好人，希望你能把他带走，好好待他。苏元看向黑虎的脚，心里清楚，要不是迫于无奈，他根本不会离开自己的孩子。于是苏元马上拿起电话给杨所长打了过去，想要咨询一下带走野生老虎是否违法。此时杨所长和几个教授还在帐篷里研究华南虎的态。接通电话后，杨所长就看到苏元竟然抱着一只蓝虎幼崽，惊讶地喊出了声。几个专家听到声音后马上围了上来。重大发现，重大发现啊！这只蓝虎绝对是全世界唯一一只。牛逼了！没想到我们也见证了历史。杨所，其他的我们先不聊，我就想问，这虎崽子我能带走吗？那当然不能。是这样的，哪怕我们要进行研究，也只能在不干预幼崽的生存下进行观察，带走是绝对不允许的，甚至于还要对当地进行保护，等级升级。没错，这种越是珍稀的动物，越是不允许带离野外。不能带走啊，那就算了。不过王所，你们后续进行观察的时候，可得安排定点投喂。苏园长，你为啥这么说？因为这小家伙天生跛脚，捕猎困难，若是不安排定点投喂，不就是在害他？你说这小家伙他天生跛脚？是啊，不止小家伙这样，他妈妈也就是那只黑虎，也是天生跛脚，一家3口所有的食物全都靠华南虎爸爸。原来是这样啊，苏园长，你可能得把老虎带回来。为啥呀？不是不让带吗？动物保护政策有一个大前提，就是野生动物具有完备的独自生存能力，而现在华南虎一家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主捕猎能力，因为无法独立生存，所以得人为干预，是这个意思吧？对，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符合谁发现谁负责的规定吗？王局长，你什么意思？苏园长手上有野生动物救援许可证啊！苏园长居然有救援证，那他这一趟算是掏到了。咋了？为啥有救援证就掏到了？因为救援证有个规定，叫谁发现谁负责，说白了就是3只老虎归苏园长了。卧槽，还有这好事！挂断了视频通话良久，现场还是一片寂静。就在此时，山林间传来了一片脚步声，听上去人还不少。几人马上出了帐篷。只见山林之中来了7、8号人，是市政府规划局和市林业局的领导，旁边还有个陌生人。那人好像是魔野的副园长林长风。饲养员刚被抓，这个副园长跑来干啥？不会是来兴师问罪的吧？议论声中，2群人碰面，林长风的目光直接锁定了不远处趴着的黑化云豹。快把这云豹抓住！你们什么意思？这云豹现在归属是苏园长，你们凭什么抓？林长风轻笑一声，从包里拿出了一张纸，只见纸上盖着当地政府的3颗红章，而上面赫然写着关于魔都野生动物园接收黑化云豹的通知。杨所黑着脸看了看嚣张的林长风，又看向了身旁的2位领导。陈局、侯局，这次黑化云豹的处理意见不是以我们研究所为主吗？是这样的，杨所你也知道，魔野和我们是一直都有合作的，而这次林园长还给我们是带来了几位投资伙伴，那都是好项目啊。是啊，还有个好消息，之前你们所不是报批了一个经费申请吗？现在已经在走流程了。几句话直接把杨所给整懵了，他想替苏元说2句话，可又不知道怎么说。见杨所无动于衷，王局长却是站了出来。侯局，这是不能这么做的吧？杨所承诺在先，你们现在这样完全就是来摘桃子的。王局长，这次你们的确是有所损失，该有的补偿也都会，而且我们是领导准备这段时间去趟你们那谈合作，互利互惠才是王道啊。就在此时，一声低吼传出，林长风等人已经开始对云豹进行捕捉了。可还没等他们靠近，云豹就是已经暴起，3步2步就上去，对着几人龇牙咧嘴。趁着围网靠近的间隙，云豹冰冷的目光锁定在了林长风的身上。身形迅猛的云豹，只是2个纵跃就越过了围网，挠了林长风一把后，转身就跑。麻醉，给我上麻醉枪！早就准备好的麻醉枪手毫不耽搁，直接开枪，2声闷响骤然传出，可云豹却像是背后捅了眼睛，一个漂移，直接就避了过去。看着消失在山林里的云豹，林长风气得跳脚。你们为什么要把它放出来？要是在笼子里，有这么多事情吗？哎呦呦，人不行，怪地不平。谁说的？站出来！目光带着火，林长风扫视了一圈，没人站出。最后，林长风的目光落在了2位市领导身上。这事该怎么处理？快去找吧，难不成这家伙还能自己回来？话音才落，本应该跑没影的云豹，居然真的回来了。
现场众人傻眼了，林长风却是转怒为喜，立马指挥几名工作人员带着对方直接。不过就在此时，两声苦笑突然炸响，只见山林中一人三虎走了出来。我的云豹，谁敢抓？男人刚从山林里回来，就发现几人竟然在抓捕他的。男人身后直接吓退了两人，而领头的林长风看见两只老虎和苏元怀里的蓝虎幼崽，眼里闪烁着贪婪。居然是黑虎，而且那家伙怀里抱着的好像还是只蓝虎幼崽。要是能把这几只动物带回去，岂不是赚大发了？想到这，林长风马上走到两位领导跟前。陈局，我的条件变了，我现在不要云豹，我要他的那3只老虎，特别是那只蓝虎幼崽。可是，别可是了，我之前答应你的条件再翻1倍。这样的话，王所，那几只老虎是什么来历呀？那是苏园长第一个发现的，刚好苏园长还有野生动物救援证，符合救援证里的谁发现谁负责的规定。他居然还有救援证，这下事情难办了。林园长，不是我们不帮你，确实是被那小子捷足先登了。林长风倒是没想到事情居然这么复杂，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他马上拨通了一个电话，一段简短的沟通之后，林长风把电话给到了杨所。虽然疑惑，但杨所还是拿过了电话。等电话里声音响起的那一刻，杨所不仅啧舌，他也没想到这个林园长能量这么大。好的，领导，我明白了。挂断电话，林长风一脸都是笑意，他的目光看着苏元，带着一副看着砧板上的鱼肉的表情。你们几个去把我的车挪一下，省得等会抓老虎的时候碰到了。哟，林园长换车了，这得花不少钱吧？不贵，2手来的，这宝马也才6万多。这么划算，靠谱吗？放心，都有官方检测的，免费提供保险理赔记录，车况一目了然。在哪买的呀？瓜子2手车呀，油车还有2万公里质保，买2手车，瓜子有保障。苏元看着林长风嚣张的样子，撇了撇嘴，也掏出了手机，给自己退休的爷爷发了个信息。就你会摇人是吧？论背景，我苏元还真就没怕过谁。小子还想摇人是吧？我劝你别白费力气了。我刚刚已经给市里介绍了好几个小目标的生意，你认为谁才有资格带走老虎？好家伙，还能这么玩？苏园长这属于给别人做了嫁衣，真可惜了。叹息声在人群中响起，众人都觉得挺可惜的。就在此时，电话响起，林长风很得意，接通了电话，还开了免提。喂，领导，怎么样？你刚刚说对方是哪个动物园的？红龙动物园啊，怎么了？这事行不通，这个苏园的爷爷是退伍老将，根正苗红的3代啊！有人提到铁板了。在现场众人被苏元的背景所震惊的时候，林长风却还是舍不得。领导，要是这样的话，之前答应你的投资可就……投资的事情我也是想促成的，可林园长……领导的话还没说完，现场众人其实就已经知道他要表达的意思了。苏元想了想，他觉得还是不能让人难做了。领导，我是苏元，红龙动物园的现任园长。我觉得事情没必要这么纠结，既然林园长这么喜欢老虎，就给他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吗？老虎愿意跟着谁走就是谁的，也省得说我仗势欺人。你也别搁着做好人了，你要给我挖坑就直说，老虎可是跟着你回来的，要是公平竞争，肯定也是跟着你走。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我们原有一只白虎，你要是能驯服这只白虎，让它跟着你走，那我们魔也就放弃这几只老虎的争夺权。同时，之前答应市里的投资，我也不会差。不过，要是你不能驯服，你全都带走。好，你们几个去车里把合同拿来。苏园长，别，他那才是坑啊！魔也1年要换3个白虎饲养员，全都是被这家伙给挠进医院去了，有一个还差点丧命。知道情况的一个饲养员连连劝阻，不过苏元确实没当回事，直接在拿来的合同上签了字。看着协议上苏元的签字，林长风的嘴角都是笑意。等着吧，我让人把白虎运过来。林长风的动作很快，2个半小时的功夫，一辆运输车就带着白虎离走。只见体长接近2米5，体重300多斤的白虎一直龇牙咧嘴的吼叫着，看着着实是瘆人。园长，你的车提速可真快！哈哈哈，那是当然，刚在瓜子提的，买2手车，瓜子有保障。看见白虎到了，苏元直接开启聆听动物心声的能力。不过林长风看到苏元一直闭着眼，还以为苏元怂了。你要是怕死，就直说，认输后夹着尾巴给我滚！就凭你也想驯服我们园的白虎，真是痴人说梦。你是属狗的吗？汪汪汪叫个不停。瞪了眼林长风，苏元直接走进了帐篷，找了半天，找了个开水瓶出来。和其他暴躁的动物一样，白虎也是因为安全感的问题，但和其他动物不同的是，它的安全感来源很特殊，就是苏元现在提着的开水瓶。是这个，就是这个，给我找这玩意儿找好久了。暴躁的白虎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在笼子里拼命撒娇的家伙。啊，这他喵的什么情况啊？暴躁的白虎捧着个开水瓶，玩得不亦乐乎，现场所有人都懵了。
暴躁的虎王呢？这玩着开水瓶的模样，活脱脱的就像个小孩啊！重要的是，谁家老虎喜欢开水瓶啊？在场的人不知道的是，小白虎没有玩伴，只有一根妈妈从人类社会叼来的开水瓶。可从妈妈去世之后，开水瓶被打砸之后，白虎的留念就没有了，于是异常的暴躁、伤人越狱等等不一而足。巧合，你这只是巧合，不算数。行，那就让你输的心服口服。接着苏元直接打开了车笼，没等众人阻拦，白虎的前爪已经迈出，看模样似乎是准备扑杀而出。苏元却是带着笑意伸出了手，轻轻地摸在了白虎的头上。卧槽，这是什么情况啊？苏园长的手有魔力吗？摸谁谁傻，南宫文雅。林园长，这算是巧合吗？男人仅用了1天就驯服了一只黑虎、一只白虎和一只华囊。在得知男人如此妖孽的驯兽技巧后，魔野动物园的园长马上赶到了现场，想要苏元帮忙看一下一只行为奇怪的白鳍豚。于是苏元就把自己的4只珍稀老虎送回了自己的红龙动物园，之后就来到了那只白鳍豚所在的地方。只见一只白鳍豚在水面起起伏伏，对着水边的钓鱼佬频繁吐水，一下又一下，直接把钓鱼佬被吐烦了。杆子一甩，钓鱼佬就想跳下水去对付白鳍豚，可一想到自己并不需要学习彩虹刃击这门技术后，愤愤不平地换了个调点。沈园长，这白鳍豚一直这样吗？一直这样，岸边只要有人就吐水。但我们调研后的结果猜测，白鳍豚可能是报复行为，就是因为被钓鱼佬弄受伤了，所以吐水报复。苏元点了点头，准备靠近看看白鳍豚的情况。突然水面再次出现了动静，一只硕大的鳄鱼冲了出来。卧槽，哪里来的鳄鱼？一个专家灵机一动，把带来准备喂给白鳍豚的食物朝着鳄鱼扔了过去。吧嗒一下，鲜鱼直接砸在了鳄鱼的脑门上。谁打我的脑袋？不知道我的脑袋最重要了。鳄鱼转头一眼就给他瞄到了拿着桶还准备扔鱼的专家。还想扔？干你丫的！鳄鱼头一甩，直接就朝着专家冲了过来。卧槽，这鳄鱼怎么朝我冲过来了？还想跑？看老几一口咬死你！鳄鱼跑得很快，酷酷的就到了跟前，张着大嘴就要咬。好在专家反应快，不顾脸面的直接扑倒在地上，然后就开始打滚。鳄鱼咬了2口后，发现什么东西都没咬到，小小的眼睛四处瞄，看了半天才看到滚一边的专家。好家伙，居然还知道打滚！知道我的拿手好戏是什么吗？鳄鱼张开大嘴继续冲锋，准备让专家见识一下什么叫死亡翻滚。居然敢砸我的头！不知道我的头很重要吗？这些人类肯定是嫉妒我的机会，想把我打傻，想都别想。就在鳄鱼快要追到专家时，突然又刹住了脚步，小小的眼睛四处乱瞄。有鱼的味道，我最喜欢吃鱼了。想吃吗？喂开我，喂开我，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馋死我了！这个人类咋还不扔啊？听着这鳄鱼急切的心声，苏元也不准备逗它了，直接把鱼扔进了它的嘴里。鳄鱼一口就把鱼给吞了，然后又张大了嘴，继续看着苏元。反正鱼不是自己的，苏元直接把桶子里的鱼一次性都倒给了这家伙。好多鱼，好多鱼，太幸福了！我吃，我再吃。你这家伙还想逃？看我死亡翻滚！一条鱼蹦蹦跳跳翻到了一旁，鳄鱼直接原地死亡翻滚。鱼有没有滚死？苏元不知道，但他知道这家伙滚了他一脸的沙子。呸呸呸！你这家伙够了，吃条鱼还搁着玩死亡翻滚。哎，我晕了！刚刚这还好多鱼的，怎么不见了？叹了口气，苏元上前给鳄鱼翻了个身子。啊，在这，我就知道我的鱼没跑。好吃，再来一条，小东西硬要跑，看我死亡翻滚！看这家伙又准备死亡翻滚，苏元没有任何犹豫，直接给他来了个泰山压顶，一屁股坐在鳄鱼的身上。老老实实吃鱼，别搁着翻了，我都被你整得一脸沙子了。被苏元压着，这鳄鱼翻了半天都翻不动，干脆也就不翻了，直接开始吃鱼。远处躲着的专家们在看到苏元居然坐在鳄鱼身上后，几人都是一脸懵逼。苏园长，你那什么情况啊？还能什么情况？这家伙一点都不老实，吃条鱼还要死亡翻滚，我就坐他身上了呗。苏园长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这鳄鱼怎么安分了下来的？不安分啊！你看这家伙还搁着扑腾呢，你再动就没鱼吃了。苏元一巴掌拍在鳄鱼的脑门上，这一巴掌拍的几个专家和沈国栋一个机灵，本能的就想逃跑。见鳄鱼没动静后，才停了下来。不止他们停了下来，鳄鱼也停了下来，主要是鱼都被他吃完了。你们还有鱼吗？有，还有。专家一边说着，一边又提来了几桶鱼。苏元接过，又拿出了一条鱼，喂给了鳄鱼。好吃，好吃，还有没有了？听到这家伙的心声后，苏元又给喂了一条。啊，又有鱼了？什么情况？是有神仙吗？鳄鱼有点懵逼，他的脑回路有的长，现在都还不知道苏元坐在了他的背上。神仙老爷，再给我2条鱼。来，给你吃。一边说着，苏元又喂了他2条。我操，真的有！那神仙老爷，我要好多鱼。鳄鱼再次尝试着在心里祈求，苏元也觉得这家伙有点意思，就把桶里的鱼全倒给了他。鳄鱼一脸懵逼的看着掉了一地的鱼。真的有神仙老爷！我的天啊，好多鱼啊！鳄鱼没有任何犹豫，张着大嘴
就酷呲酷呲地吃了起来，一桶子的鱼全吃了，吃了一肚子的鱼。鳄鱼感觉自己都要胀死了，这才反应过来有什么东西压着自己。神仙老爷，我现在喘不过气来了，能不能帮帮我？苏元无奈的一笑，便从鳄鱼的身上起来了。我靠，真的没了！神仙老爷这么厉害的话，其实我还想要个媳妇。真把我当许愿池啊？老婆没有？苏元拿着桶直接敲在了他的脑门上。可有人砸我的头，我的头很重要的，我很聪明的，被砸了头就会变傻。苏元敲了敲鳄鱼，然后把桶里最后2条鱼给了鳄鱼。鳄鱼看着眼前的鱼，又看了看苏元，他好像明白了什么。我靠，这个人就是神仙吗？我的天，人类的世界里，神仙是需要供奉的，我也要供奉，让神仙老爷给我个老婆。鳄鱼举目四顾，最后看到了岸边的白鳍豚，酷呲酷呲的就冲了过去，脑袋一点就把白鳍豚往苏元的方向顶了过去。不能这么干，白鳍豚是海洋生物，脱离了海洋就会嘎达。男人只是给大鳄鱼喂了2桶，就被误认为是神仙下凡，于是大鳄鱼为了讨好男人，就把在岸边吐水的白鳍豚给顶到了岸边。这白鳍豚可是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存在。专家们顾不得其他，想要冲上去救援，不过鳄鱼看到专家们直接来了个死亡翻滚，拦住了他们。这个是我献给神仙老爷的贡品，你们谁敢讲，我就咬死谁。苏元叹了口气，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和鳄鱼解释，就这家伙的智商，解释了估计也是白解释。行了，给你鱼吃，你去另外一边待着。鳄鱼看到有鱼，以为又是神仙的赏赐，酷呲酷呲的就跑了过去，想要吃鱼。见鳄鱼离开，原本的专家们松了口气，开始准备靠近白鳍豚进行研究。可他们还没靠近，鳄鱼又屁颠屁颠的冲了过来。这是神仙老爷的，没你们的份，靠近就咬你。鳄鱼瞥了这些专家一眼，然后屁颠颠的把白鳍豚推到了苏元身边。看着鳄鱼的护士模样，一众专家也是叹了口气。哎，根本就靠近不了，还怎么研究？服了，谁让这鳄鱼就只认苏园长啊？苏园长，这白鳍豚暂时就只能靠你了。苏园长能搞定吗？这白鳍豚我们来调研过挺久了，可还不是收获平平。就在几人研究对策时，沈园长却看到苏元的眉头忽然皱了起来。苏园长，你发现了什么？白鳍豚吐水不是报复行为，他是来找我们求救的，他有同伴搁浅了。一众专家看着苏元，目瞪口呆，因为他的发现和他们之前的调研结果完全不一样。不会吧？他身上有伤口，然后又朝钓鱼佬吐水，很明显的报复行为啊！那白鳍豚只朝钓鱼佬吐水吗？好像也不是，只要有人靠近就吐水。可问题是，白鳍豚也分不出谁是钓鱼佬啊！不对，你们再看这些伤口，不细看的话，还真就像是被鱼钩所伤。可若是细看，就能发现完全不一样。好像还真的不是鱼钩所伤，就像是被碰伤的一样。所以苏园长刚刚说的没错，白鳍豚不是报复行为，而是求救。真的假的啊？快准备船吧，搁浅的白鳍豚啊，哪怕是假的也得去看看。很快，一艘快艇就是来到了岸边，几个专家和沈国栋陆续上船。岸边，白鳍豚很是焦急，不断的朝着众人催促。看着白鳍豚的模样，几个专家对苏元的猜测又信了几分。苏园长，你不上来吗？不用了，我可以做鳄鱼。出发，到了地方给你找老婆。真嘟假嘟，神仙老爷坐好，鳄鱼号潜水艇现在出发。尾巴一甩，鳄鱼直接带着苏元扎进水，呼噜呼噜的水泡冒出，苏元赶忙游出了水面。还好我会水，要不然就被这家伙给淹死了。难怪是鳄鱼号潜水艇。神仙老爷怎么不走了？鳄鱼又游了回来，两个眼睛蠢萌蠢萌的盯着苏元。苏元一时间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刻意的。算鸟，我还是坐船吧。就在此时，一声鸣笛响起，水里的苏元直接被顶了起来。是白鳍豚看苏元几人慢慢吞吞的，赶忙过来帮忙。走了，你们怎么这么慢？哎呀，你这贡品居然和我抢神仙老爷！站定！鳄鱼一个猛，直接扎入水里，然后开始疯狂游动。快艇上的专家们看着现场的情况，也是有点懵。我去骑白鳍豚。追，赶紧追！苏元长都要跑丢了。轰铃声响起，快艇疾驰而去。不过10多分钟的航程，苏元骑着白鳍豚先到了目的地，专家们驾驶着快艇紧随其后。就是那鳄鱼，不知道跑哪里去了，现在都还没过来。白鳍豚把苏元放下后，吸了一口水，朝着岸边的一只白鳍豚滋去。快醒醒，我喊来了救兵，你有救了。为了救下同伴，他最近一直都在这么干，吸水、滋水。有的时候是滋同伴，有的时候是滋钓鱼佬。居然真有搁浅的白鳍豚，而且还是脂粉色的异化白鳍豚。看样子好像昏迷了很久，也不知道能不能救活。不管怎样，先把它推到水里试试吧。几人来到白鳍豚的身边开始推，没2下就把它推到了浅水区。快醒醒，怎么还没动静？它肯定是还缺水。白鳍豚不知道有什么救治的办法，只能一昧的吸水，
然后滋水。可惜了，粉色的异化白鳍豚，全世界这也是唯一的吧？没办法，搁浅太久，大罗金仙来了都救不活，只能后续做成标本进行展出了。苏元看着也是叹了口气，要是能早点发现，可能还能救回来。就在一群人准备离开时，一阵若有若无的心声传入了苏元的脑海之中。痛，好痛啊！苏元眼睛瞪圆，立马转身。他先是看向了远处的白鳍豚，他还在吸水滋水，心里想的也只是赶紧救回同伴。苏元的目光再次看向那只粉色的白鳍豚，好痛啊，喘不上气了，排气孔好像被堵住了。豚豚我啦，可能要嘎了。这次的心声更清晰了，正是那只粉色的白鳍豚。苏元直接就冲向了岸边。苏园长，你干嘛？救白鳍豚，这只白鳍豚还有救。苏园长，不要白费力气了吧？这白鳍豚一看就救不活了。是啊，生命体征都淡了，怎么救啊？苏元却是没有理会他们，只是自顾自地把粉色白鳍豚推到岸边。快，对着排气孔倒水！男人将一头即将断气的白鳍豚推到岸边，然后让人提来一桶桶的水，对准白鳍豚的顶部排气孔疯狂地灌水。在灌了10几桶水之后，白鳍豚的排气孔忽然收缩了一下，一道冲天水柱骤然而出，同时出来的还有一颗巨大的石子。卧槽，居然真的救活了！所以说，白鳍豚其实只是被这石子卡住了。苏园长是怎么发现的啊？太牛了吧！在惊叹声下，粉色的白鳍豚开始悠悠转醒。人类，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另一只白鳍豚也是靠近苏元，用它的大脑袋顶着苏元，心声中全是对他的感谢。好了，现在没啥事了，你们该休养的休养，我也准备走了。可是就在苏元准备离开时，粉色的白鳍豚朝着苏元滋了一口水，拦下了他。你不要走。怎么了？你们又没事了？我也要走了。别走，你别走，你跟我来。我跟你去，你别咬我一脚了。你告诉我在哪里，我们开船去。太慢了。直接把苏元驮在了背上，然后一个脑袋扎进去。苏元一个不小心又喝了一肚子的水，连忙扶着。卧槽，又来！你怎么了？我们要潜下去。我和你们不一样，我不能闭气很久的。没事，我很快的。白鳍豚似乎很急，苏元这次有经验，深吸一口气，跟着白鳍豚直接入水。本来还正研究着刚刚那块石头的专家们，一个转头就发现人不见了。苏园长人呢？刚刚不还在这呢？水性好的，下去看看。拉倒吧，咱们几个都是旱鸭子，还是打电话摇人吧。给你换手机了，挺贵吧？不贵，转转的二手很划算。我这台苹果13 Pro 只花了2000多，比新款16便宜了一大半。关键现在新款升级不大，半价买二手才更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转转是知名二手大平台，手机都经过多轮标准化严格质检，比一般的二手更靠谱。上面的笔记本也很不错，买靠谱的二手，我推荐转转。就在此时，苏元破水而出，两只白鳍豚紧随其后。你怎么才这会就上来了？马上就到了呀！不行了，我就只能闭5分钟的气，上不去了。苏园长，你这什么情况啊？白鳍豚还有同伴被困了，不过那是一条暗河，我过不去。还有同伴被困，是搁浅了吗？不是搁浅了，而且这个同伴好像不是白鳍豚，我拍了个照片，你们看一下。苏元一边说着，一边掏出了刚刚在水下拍的照片。几个专家顿时围了过来。照片里是一个模糊的身影，身子很长，也像白鳍豚一样，有一张修长的嘴。这很像白鲟啊，特别像。白鲟？你说的是长江白鲟吗？是的，长江白鲟，无论从体型还是从样貌来看，都极其像白鲟。可白鲟不是已经被定为了灭绝吗？是啊，就是因为白鲟已经灭绝了，所以我们才不是很确定。怎么办？还能怎么办？下去看看，这可是白鲟了。03年发现最后一尾，19年被宣布灭绝的长江白鲟了。下去，我特么的舍了老子这110斤肉，也得去看看真假。先别急，下去看到了也没用。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到不了暗河那边，摇人吧，至少要带几套潜水服和氧气瓶来，要不然根本没有办法。现场的专家立马开始打电话，听到疑似白鲟的存在，船只很快就来到了苏元等人所在的水。跟船而来的除了有几名蛙人外，还有一名当地电视台的记者。时隔多年，再次发现已经灭绝的白鲟，事情很大，记者肯定是需要来现场记录的。苏元也没在意，在拿到一套潜水服后，就带领着其他蛙人一同入水。为了能让现场记录的更加全面，蛙人还拿了一个运动相机下去。几个专家和记者微微只能在岸上看着运动相机传来的画面。苏元和一众蛙人已经入水，白鳍豚很急，带着苏元往着暗河而去。几人顺着一条狭窄的夹缝过水一看，苏元第一时间就看到了岸边一直被困的大鱼。大鱼长达6米，体重近半吨，一根长吻占据体长的1/3，肚皮泛白，上半身是灰色斑点覆盖。
是白鲟，真的是白鲟！我的天，灭绝了这么多年，白鲟居然重新出现了！一众专家才看到大鱼的模样，就是惊呼出声，特征太明显了，一眼就能看出来。苏园长，你看看细节，感觉这白鲟是被什么东西困住了。听着专家的话，苏元也是皱了皱眉头，他也发现了异常。白鲟看上去挺正常的，皮肤湿润，呼吸绵长，但就是一动不动的。苏元几人马上靠近过去。大家伙醒来啦！给你找了人类来帮忙，你有救了。白季屯朝着白鲟呲手，似乎是想要喊醒这家伙，但白鲟却是依旧无动于衷。苏园长，你看这里有渔网。几个蛙人来到白鲟的尾部细细查看，还真就发现了原因，一张巨大的渔网困住了白鲟的尾部。好家伙，这么大一张渔网，白鲟现在肯定特别的痛苦。该死了，到底是谁放的渔网？这可是白鲟啊！此时的白鲟似乎是知道有人来救他。人类救我！我的尾巴被困住了，好痛！苏元没有任何犹豫，把刀掏出，直接就把渔网给砍断了。渔网断裂，但网绳却还是嵌在了肉里。苏元只能和其他蛙人们一起，小小心心的把嵌进肉里的网绳给慢慢取出来。尾巴终于不疼了，可是我的呼吸还很难受。白鲟依旧很痛，苏元看着他，也是陷入了沉思。他是没想到，白鲟身上的问题居然不只有网绳。男人在暗河里发现一条长达6米的长江白鲟被渔网困住，苏元马上帮他把渔网割开，不过白鲟还是在痛苦的呻吟。于是苏元又仔细的检查了一遍鱼身，不过却毫无发现。就在苏元疑惑时，在岸上的专家团通过水下镜头发现了异常。有问题，这个鱼鳃有问题，苏园长赶快检查一下。苏元带着疑惑，一边安抚着白鲟，一边小心的打开了他的鳃部。原本一动不动的白鲟忽然开始疯狂甩动。别动，别动，我在帮你。苏元安抚着白鲟，用手轻轻的摸着，似乎是有用。白鲟安静了下来。之后，苏元轻轻的打开鳃部，只见一个红色的塑料袋正好卡在了白鲟的鱼鳃里。卧槽，居然是被塑料袋卡住了！别动，我给你把塑料袋给弄下来。随着苏元的晃动，红色的塑料袋带着白鲟的红色血液，慢慢的被取了出来。呼吸好了很多，谢谢你人类。你受苦了，来，给你点吃的。居然还有吃的，谢谢你人类。能吃就能活，这白鲟应该是没问题了。又是渔网，又是塑料袋的，可真是吃尽了苦头。一众蛙人看着白鲟吃鱼，露出了笑容，救下一只珍稀动物，成就感满满。可就在下一刻，一声鸣叫骤然从白鲟的嘴里传出，原本被白鲟吞进肚子里的鱼，居然全吐了出来，而且还没完，白鲟一直吐，可却什么东西都没吐出来。难受，好难受，肚子好难受。白鲟不停地用肚子撞击着岸边的石头，想要撞击来减轻肚子里的痛楚。苏元看着直皱眉头，刚刚的鱼没问题啊，怎么吃了就吐？这时在岸上的专家们马上给出了解决方案。应该是饿了太久，再加上有些胃炎吧。苏园长，你尝试着喂些流食，看他吃不吃。听着专家的提议，苏元只得照做。很快，一瓶葡萄糖就灌入了白鲟的体内。可是白鲟再次呕吐，之前灌入的葡萄糖水全被吐了出来。应该不是饿太久的原因。想了半天，苏元干脆让白鲟张开嘴，自己拿手电筒看看情况。可白鲟的食管弯弯绕绕，苏元看了半天，就看到了一点红色的片片，就像刚刚取出的塑料袋。苏元也不管那么多，直接就伸手把那些红色的片片给扯了出来。又是一个塑料袋，这家伙的胃里也是这东西吗？疑惑声才出，白鲟又是一阵呕吐，似乎是因为苏元扯出来了个头。白鲟这一次终于不是干呕了，哗然一下，一团黑黄色的东西就被吐了出来，全是塑料袋。我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了，乱丢垃圾的真的该死。居然这么多的塑料袋，还好苏园长发现了，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苏园长，你现在先给白鲟再喂点葡萄糖，看还能不能吐出些什么。专家和苏元说着接下来的处理建议。苏元听了，又给白鲟喂了些葡萄糖水。人类，谢谢你，我的肚子终于好受了一些。苏元揉了揉他的头，没有说什么，他现在的心情有些沉重。就在苏元伤感时，一头迷路的大鳄鱼正在水下四处游荡寻找苏元。神仙老爷哪里去了？刚刚都还在前面呢。不过这鱼是真的好吃，这里还有一条，看我使往翻滚。这家伙似乎是翻滚上瘾，在水里又来了一个，整得水下波涛汹涌，甚至于因为动静太大，把一个大家伙给惊到了。大家伙朝着鳄鱼急速起来，才吃了一口鱼，鳄鱼就感觉不对劲。我怎么感觉头皮发麻？我操，这么大一条鱼，打不过啊！快跑！鳄鱼一溜烟直接就跑了。那个大家伙看着消失的鳄鱼，却是紧追了上来。另一边的苏元已经处理好了白鲟的伤口，准备离开。不过就在此时，一个绿色的大脑袋从水里探了出来，正是跑丢的鳄鱼。鳄鱼才见到苏元就来劲了，拼命的就游了过来。神仙老爷救命啊！有个大家伙又欺了我。大家伙？什么大家伙？苏元的疑惑才出，水面之下
一条黑影迅疾而来，黑影体长足有10多米长。快看快看，水里有阴影！我了个去，这么大一条！才反应过来的苏元看向水面，就看到了一只破水而出的巨大身影，10多米的体长，2、3米的长嘴，而那嘴里更是有着密密麻麻的尖牙，恐怖如斯。该死的鳄鱼，打扰老娘上厕所，看老娘咬死你！特喵的，本来就拉不出来，还特喵的打扰我！这大家伙很暴躁，一张大嘴酷酷的咬空气，似乎就想要咬鳄鱼2口报仇。那一口尖牙，看上去就像是电影里的动物。苏园长，你稳住他，稳住！这是鱼龙，史前生物鱼龙，你一定要稳住！我们马上就来现场。苏元看着眼前的大家伙，人都有点懵，疑惑史前生物为啥会在长江流域里。直到鱼龙大嘴又靠近了几分，他才是赶忙回过了神来。对了，沈园长，你让专家们来的时候带些香蕉和泻药来。香蕉、泻药，为啥呀？先别管这么多，带到来就对了。苏元也没时间解释这么多了，几人抬着受伤的白寻往后退。可是这暗河的陆地没多大，没一会就退无可退了，眼看就要被这大家伙追上来。破水声响起，正是几位专家，他们也顺着暗道游了过来。快把你们带的香蕉和泻药给我！专家虽然不解，但还是把带来的香蕉和泻药拿了出来。苏园长，时间太紧了，我们只找了这些坏了的香蕉，你接着。苏元接住后，直接就把几根香蕉扔进了这鱼龙的嘴里。咬死你！咬死你！打扰老娘拉屎，不可原谅！一条暴躁的鱼龙对着几人疯狂的咬合，而男人却将几个坏了的香蕉和一包泻药丢到了鱼龙的嘴里。鱼龙也是酷刺酷刺的全吞进了肚子。就在他往前咕涌了没2下，肚子就开始疯狂打鼓。我的肚子好像有感觉了，就是这个感觉。鱼龙直接扎进了水里，看着消失的鱼龙，苏元刚松了口气，直接又是一手鱼龙去而复返，直接扑到了苏元的面前。还要刚刚的东西还不够，再来一点，我就要上厕所了。苏元看着他，愣了半晌，最后反应过来了，应该是还差点劲，赶忙把最后一包泻药拿了出来，然后一股脑的扔进了鱼龙的嘴里。鱼龙很快就扎进了。这下应该没问题了，都这么多香蕉和泻药下肚了，就是石头在肚子里，估计都能出来了。最多10来分钟的功夫，鱼龙去而复返。畅快，已经好多年没这么畅快过了。这人类不错，你给我吃的是什么东西呀？好吃的很。鱼龙很开心，刚刚就是那玩意儿治好了他的便秘，所以他现在特别喜欢吃。苏元笑了笑，把剩下的坏香蕉都丢给了他。鱼龙吃完后，甚至还拿他的长嘴蹭着苏元。苏元拍了拍他，转头看向了上岸的专家们。为啥这鱼龙会出现在这里？应该是基因返祖。其实基因突变出现返祖并不是很罕见的事情，这只鱼龙可能就是属于返祖比较全面的那种，不过还得经过检测才行。苏园长，帮个忙，让我们采个样。专家们带着工具上前，准备在鱼龙身上采点样品。苏元开始安抚着因为人群靠近有些暴躁的鱼龙。别动别动，我抱抱你，你别动。不得不说，这个举动很有用，原本还有些躁动的鱼龙居然真的平静了下来。专家们一边采样一边看着，那眼里震惊的光芒就没停过。采样过后，专家立马开始现场检测。不过5、6分钟的时间过去，比对结果出来了。我的天，基因序列的重合居然达到了惊人的99%点，这次的发现绝对史无前例啊！从某种角度来说，眼前的这只鱼龙就是史前鱼龙的再生。不行了，我手有点抖，我手有点抖。听着专家的话，在场的人都是叹为观止。没想到这次的救援居然能有这么重大的收获。苏元平复了下自己的心情，马上看向了专家。既然鱼龙的研究价值这么高，那国家准备怎么处理？自然是带走，然后深入研究了。话才说了一半，专家就是顿住了。他看了看和苏元腻歪的鱼龙，觉得就这么带走好像不太现实。苏园长，你容许我们商量一下。苏元点了点头，接着专家拿着对讲机和岸上的沈园长说了一下情况。几人简短的开了一个小型会议，最后2位专家对视了一眼，又看向苏元。你们看我干嘛？商量出怎么处理了吗？苏园长，你能不能跟着我们一起去研究所啊？不行，肯定不行啊！我还有动物园要管，走不脱的。既然如此，那这鱼龙就只能安置在你的动物园里了。你说啥？鱼龙安置在我的动物园里？没办法，现在就是鱼龙指认你啊！这么大的鱼龙，先不说动物园里有没有地方进行安置，单说这鱼龙所产生的影响就不小啊！你担心影响或者是安全啥的，不需要考虑。鱼龙要是入住红龙动物园，安保将由当地政府安排警卫力量维持，经费你也不需要担心，这些国家都会承担。没有第2个选项了吗？有啊，刚刚不是说了吗？你跟着我们去研究所啊！苏元一阵无语，不过专家都说的这么全了，又是解决安保，
又是解决经费的，苏元还是同意了。当然，除了鱼龙外，白季豚也会跟着苏元一起，还有一旁那只呆瓜鳄鱼。之后就是警车开道，特警殿后，苏元只需要坐在考斯特上看风景，安逸得很。此时的红龙动物园内，一位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正和苏建国等人对峙。我们已经出了100万美金的高价买你们的蓝虎幼崽，你们的还是不同意吗？滚蛋！要不是特喵的现在是法治社会，老子已经毙了你。爸，赶紧把枪收起来。怕什么？老子的枪可是首长给的，他们还敢来，老子就一通电话打到玉泉。苏建国这话还没说完，就被苏大强给捂住了嘴。不能说，说了会被封的。老张，赶紧把他们轰出去。老张领命，抄起了地上的扫把，直接就扇在了小日子的脸上。扫过粪便的扫把极其致命，只是普通一击就打出了暴击。小日子气得差点原地爆炸。八嘎雅路，你们等着。放下句狠话，小日子带着人转身离开。老子就在这等着，你特喵要敢来，老子一枪毙了你。90来岁了，能再拉个小日子垫背，只当。苏建国一点不虚，拿着驳壳枪坐在椅子上，腰背挺直，中气十足。然而到了夜晚，几个黑不溜秋的家伙悄咪咪地来到了红龙动物园。你们的小心进入，大声的不要。几人点头，顺着围墙翻进到了动物园内里。因为提前踩过点，他们自然知道目标位置。没一会，几人就来到了虎园。吹气声响起，一朵烛火悄然升起，几根迷魂香被点着，在空气的带动下，开始在此处扩散。几只本就熟睡的老虎睡得更香了。几人开始四处寻找，很快就发现了目标，一只在黑虎怀里酣睡的小家伙。几个专家为了将一头返祖的鱼龙运去动物园，不仅让当地政府出动警车开路，还让一整队的特警护理。正当一行人快到动物园时，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影忽然出现，领头的警车直接停下。几人看到有警车掉头就跑，刑警队长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就冲下了车。快，这几人不对劲，先拿下！提着枪，刑警队长直接就冲到了前方，几名队员也是紧随其后跟了过来。刹车声再次响起，队伍垫底的剑齿虎突击防盗车来到了最前方，荷枪实弹的特警队员鱼贯而出，前后不过半分钟的功夫，3人就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听到人被抓了，坐在考斯特上的苏元没忍住好奇，也走了过去看热闹。可等他到了现场，却是愣住了，只见几人怀中竟然抱着一只蓝虎幼崽。就在这时，苏元的电话声响起：小袁，我们园里遭贼，蓝虎幼崽被偷了。苏元看着被围的几个家伙，还有他们怀里的蓝虎幼崽，有些哭笑不得。老头子别着急，人已经被抓到了。一边说着，苏元一边把语音通话切成了视频通话。苏建国一眼就看到人群中的小偷，虽然这家伙裹得跟粽子一样，老爷子依旧透过屏幕闻到了那股骚味。就知道是这小日子，白天就觉得这家伙不安好心，抓起来判死刑，枪毙他。行了，老头子，你们搁家等着，我们马上回来了，这次有大收获。给老头子留了个悬念，苏元就挂断了电话。这臭小子还敢挂我电话，不过他说的大收获是啥？爸，你换新手机了？对呀，花不少钱吧？花什么钱？我最近收拾家里，发现不少闲置都落灰了。之前没时间一个个卖，又懒得扯皮，干脆叫个转转上门全部打包回收了。没想到这些主机、相机、投影仪啥的加起来有6、7千呢。要我说，谁家没几个闲置啊？想轻松处理，我强烈推荐转转。此时远处传来了汽车的轰鸣声，苏老爷子俩人听到声响马上走了过去。只见一群警察和特警正在动物园内商量着什么。苏老爷子马上走到了苏园旁白：苏园长，我们后续会在你们动物园设立驻防站，安排警员轮班值守，但动物园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监控死角太多，后续我会汇报上去。我的想法是，园里的监控能链接到天网，要是出了问题，我们也能第一时间知晓。苏元一边听着一边点头，不愧是刑警队长，这个布防太全面了。驻防站连接天网，小袁，这什么意思啊？我们动物园不就是招了个贼吗？有必要让警方入驻吗？哈哈，老爷子当然不是我们入驻，我就负责送个货，然后查看下情况。真正的布防还得交给军方。卧槽，军方！别着急，等下你们就知道了。随着苏元的摆手，一辆一辆的运输车倒了过来，一辆运输车的后车门被打开，一只大鳄鱼直接冲了出来。这就是行仙老爷说的包吃包住的地方嘛！好好好，太棒了吧！鳄鱼找了个大石头，屁股一翻，直接躺平。紧接着又是一个运输车门被打开，2只白鳍豚直接扑了下来。鸣叫声下，之前吐水的白鳍豚在水里游了2圈，看样子对这环境还是真的。这是白鳍豚，竟然还有一只粉色的，这老爷子的话还没说完，一条白鲟也飞出了水，而一旁的老爷子等人已经痴呆了。长江白鲟，小袁，这是长江白鲟吗？
我说为啥来了这么多的警察，更甚至还有军方入驻？原来是发现了长江白鲟啊！老头子，这你可猜错了，白鲟是军方入驻的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还有一只动物，这才是重点。什么意思？还有其他动物？疑惑间，他们看到了最后一辆车，这辆车比前面几辆车不同，哪怕到了动物园里，依旧有人在把手。接二连三的撞击声从车厢壁里传出，这个撞击很有力，很猛。一旁的苏建国两人已经瞪大双眼，好奇这最后的能是什么动物，居然值得如此大的阵仗。苏元没再卖关子，直接让人把车门打开，一条硕大的鱼皮就出。老爷子见多识广，一眼就认出了这家伙。卧槽，居然是鱼龙！鱼龙不是已经灭绝了吗？而且灭绝了几亿年了，怎么又出现了？灭绝肯定是灭绝了，不过专家说这只鱼龙是返祖，至于为啥返祖就不知道了。不过专家比对了基因，相似度达到了99%。我的天，这完全可以说这就是已经灭绝的鱼龙啊！我们红龙动物园开办50多年，还是第一次接收这么惊人的动物。不过小袁，对于鱼龙来说，我们这水族馆会不会小了点？问题不大，过2天城建的人会过来，挖个50-60亩的人工大湖，到时候鱼龙和其他大型水生生物都能养进去。可是我们现在的钱应该不够修建的吧？没事，钱不用我们出。苏元看着苏建国，笑着把之前专家提出的条件说了一通。好家伙，国家承担，这我们不是赚大了吗？哈哈哈！就在几人说话间，动物园里养的二哈一边叫一边跑了过来。等到狗子走近，苏元这才看到二哈的嘴里原来是叼了东西，那是根20来厘米长的东西，下半部是长长的木柄，顶端是一个比木柄大了2圈的金属圆柱体。才看清这玩意儿的模样，苏元就傻眼了。你们看，我捡到了一个宝贝。这哪里是什么宝贝？这特喵是手榴弹啊！一只二哈吊着一颗手榴弹，晃晃悠悠的来到了几人跟前，想要炫耀他找到的好东西。几人低头一看，一瞬间仿佛感到了太奶的召唤。反应过来的警察队长马上带着几人离开了原地，并叫来了特警队长夏春生和1名排爆手。排爆手在距离手榴弹半米多远的位置停下观察情况。队长，是一枚690木柄手榴弹，应该是战后遗留物品。不过这手榴弹上还有一滩不知名的透明液体。夏队，那透明液体应该是二哈流的口水。听着苏元的话，夏春生明显一愣，低头就看到苏元身旁蹲坐着一只哈士奇，鼻孔朝天，看谁都感觉在看傻子。既然这样，我们就找个地方引爆吧。在武警的安排下，手榴弹在偏僻的位置被引爆了，轰的一声，威力还挺大。就在一群人感到后怕时，狗叫声再次传了过来。转头看去，只见二哈挂着一根绳子，绳子后还拖了一个绿色的箱子。苏元看着那箱子，皱紧了眉头，他总有一股不好的预感。夏队长，那箱子是不是有些奇怪？夏春生疑惑地看了过来，在看到二哈拖着的箱子后，先是一愣，然后大惊失色。停下，快让他停下，那是军用物资箱。只见那箱子在二哈的疯狂拖动下，依稀还有火花冒出。苏元没有任何犹豫，快步冲了上去，一下就把绳子从狗子脖子上拽了下来。这是好玩的东西，可以爆炸，轰的一下。炸你个头！你要命不要命啊？这东西你都敢挖？在苏元的训斥下，夏春生已经安排武警再次靠近了，依旧是之前的防爆武警。他小心的靠近，然后把箱子给打了开来。队长，全是木柄手榴弹，大概有30颗。现场证人倒吸一口凉气，30颗木柄手榴弹，这要是意外爆炸，在场的所有人都要去见太奶了。所有人退后200米，就地引爆。遗留的手榴弹最怕的就是引信松动，谁都不知道这玩意儿什么时候炸，提前引爆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很快所有人都撤离了原地，二哈则是蹲在苏元旁边，眼睛亮晶晶的看排爆手。真好玩，轰的一下，嘿嘿，等下再去挖。我去，这货居然还能挖！他在山里发现了什么？不行，等会得跟着看看。一声巨响，30颗手榴弹同时被引爆，威力是巨大的，甚至现场还出现了一朵偌大的蘑菇云。二哈看着眼睛都冒光了，不知道山里那个大家伙炸了之后能有多壮观，趁现在没人注意，先溜了。二哈一个转身，悄咪咪的就从苏元的身旁跑远了。苏元目光看向了夏队，二人目光对视，皆是点了点头。看来夏队和他的想法一致。夏春生大手一挥，带队跟上了苏元，没一会就来到了动物园旁边的山林。不远处，二哈正在一个大坑边埋头苦干，酷刺酷刺的挖的泥土四溅。苏元和夏春生也没干涉，就在一旁看着。也没等多久，二哈完事了。嘿嘿，又是个大家伙，有点重，抬不动啊。二哈拉了半天拉不出来，只得进到洞里，开始用四肢拼命的推。苏元等人也不准备帮忙，就在远处看着。看着看着，就看到了一个尖尖的脚从洞里冒了出来，然后是圆柱体一般的身体，最后是4个大大的尾巴。两人对视一眼，皆是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惊恐。这玩意儿应该是一枚航空炸弹。苏元再也藏不住了，直接就蹦了出来。停下！
别动！洞里奋力推着的二哈被吓了一跳，脚一松，原本推了半个身子出去的航弹，当的一下就掉回了洞里。夏春生惊呼一声，拉着苏元就扑倒在了地上，其他武警也是没有任何犹豫，趴了一地，唯有二哈带着清澈的且愚蠢的眼神看着众人。这是要干啥啊？跪拜我吗？爱卿平身。苏元趴了半天，没听到航弹的爆炸，却听到了二哈的虎狼之词，直接冲到二哈面前，给了他一脚。我去你大爷的！二哈捂着屁股跑了老远，没理会这家伙。苏元来到了洞口边，夏春生带着武警已经围在了这洞里，之前的防暴武警正在检测着航弹。队长，应该是枚哑弹。别管哑不哑弹了，直接引爆吧，就在洞里炸。不知是不是哑弹的航弹，现场引爆最安全。很快，航弹的附近都被塞满了炸药，这些都是开山用的炸药，威力很大，引爆航弹绝对是足够了。之后，在夏春生的安排下，所有人都退出了1公里。等一切都安排妥当，轰的一声巨响再次巨响之下，硕大的蘑菇云苏元都感到了一股热气扑面。众人等了半晌，确定没有危险后，苏元带着把铁锹，跟着夏春生等人再次回到了现场。爆炸的中心炸开了一个巨洞，约莫有7、8米的宽度，原本黄色的泥土现在都带着焦黑，威力可想而知。苏元等人感叹了2句，拿起铁锹就开始挖土，准备填坑。就在此时，轻微的动静从泥土下传出，是坑洞的附近。苏元皱起眉头蹲了下去，细细的听着声音的来源处。很快他就找到了，拿起铁锹就准备挖开来看看的时候，地面突然鼓了包，然后泥土下陷，接着一颗脑袋从土里探了出来。突然出现的人把苏元吓到了，抛起铁锹就是一下，清脆的声音回荡在山林之间。只听声音的话，是颗好头。夏队，不，我不是故意的，谁能想到这会突然冒出来一个人啊？我这应该算正当防卫吧？这特喵的我也不知道啊，先把人拖出来吧。夏春生指挥着手下，小心的把他拖了出来。这人也是奇奇怪怪的，穿着一身夜行衣，就连脑袋上都套了个头套，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把这家伙的头套摘下，是一副典型的亚洲面孔，但上嘴唇却是有一撮小胡子。啊，怎么是一头小日子？男人养的狗子在野外竟然挖到了一颗航弹，在特警将其就地引爆后，没想到在爆炸的坑洞中突然冒出来了一个人，而且还是一头小日子。就在一群人不明所以时，地下又传来动静。特警队长马上打了一个手语，几个特警就带着被打晕的小日子躲到了一旁。没等多长时间，就有2人从洞里钻了出来。奇怪，怎么没看到宫本武藏呢？应该是去周围探查情况的吧？这里的火药味这么浓，宫本肯定发现了什么。就在2人决定在此等宫本时，旁边的草丛里忽然传来沙沙的声响，2人马上掏出手枪对准了那人。只见草丛后忽然跳出来一只二哈，酷刺酷刺的跑得贼欢，而他的嘴里又叼了颗手榴弹。看着二哈嘴里的手榴弹，刀疤男瞬间慌了，把枪直接对准了二哈。苏元刚准备叫住二哈，没想到二哈在看到枪的瞬间掉跑，而且还是 S 型走位，而他嘴里的手榴弹则咕噜咕噜的滚到了2个日本人跟前。在轰的一声巨响，2人就被炸翻在地上。接二连三的有人从坑洞中出现，现在的这2人居然还带了枪，事情的严重已经超出了预期。情况上报后，警方和军方同时派人顺着洞口探了过去。很快消息就传了出来，洞口有2个出口，一个连接内陆城市，而另一个则通到了其他国家，竟然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跨境老鼠洞。就在苏元以为事情到此为止时，一声尖叫打破他的想法。原来是张小云早上给二哈喂饭时，竟然发现狗窝里堆满了手榴弹。你说什么？二哈的狗窝里全是手榴弹？张小云没顾得上解释，带着苏元和驻守在动物园的夏春生来到了二哈的狗窝。可等几人到了后，却是发现二哈和手榴弹都不见了。我走之前还看到二哈在炫肉的，怎么回来就不见了？元哥，这家伙不会是去其他地方了吧？夏春生疑惑地看了现场一眼，然后掏出了对讲机。各单位都有，全动物园找一下二哈，就之前发现手榴弹的那个家伙。话音转入，对讲机就是传出接二连三的收到。之后不到10分钟，就有人发现了二哈。报告队长，二哈现在在熊猫馆，你们赶紧来，这家伙已经在分手榴弹了。什么分手榴弹？此时的熊猫馆里，二哈正在炫耀着他的大宝贝。看我的宝贝，你们没有吧？我这个玩意儿能轰的一下，贼牛逼！一边呜叫着，二哈把他狗窝里的手榴弹全都呈现在了动物们的面前。这是啥玩意儿？是昨天晚上轰的一下的东西吗？熊妈用爪子推了下眼前的手榴弹，有些好奇。虎妈也低着头走了过来，她先是用鼻子闻了闻，发现这玩意儿不能吃后，兴致缺缺，转头找了个地方就躺了下去。而在虎妈之后，其他动物对于这玩意儿却是很来劲，你上前碰一下，我上前咬一下。夏队就在这。武警在门口给刚到现场的几人指着方向。夏春生和苏元顺着他手指的目光看了过去，一眼就看到了熊猫馆里掉了一地的手榴弹，还有那些好奇心贼重的家伙。惊呼一声，苏元赶忙打开熊猫馆冲了进去，夏春生紧随其后，安排队员把动物给分隔开。还好引信都没脱落，先把东西都带走。不能动，
这是我的宝贝。见这些武警要动他的大宝贝，二哈不高兴了，直接就冲到了跟前要拦着，还踩到了一颗手榴弹，咕噜一下，直接撞到了围栏上。剁倒！夏春生惊呼，拉着苏远几人赶紧卧倒，其他的队员也是紧随其后。看着这些人都这么做了，虎妈、熊妈、云豹他们也是有样学样，趴了一地，就是趴得不够彻底，翘着个屁股，还一扭一扭的。等了半晌，都没等到手榴弹的爆炸。夏春生抬头看了一眼，松了口气，还好这个引信比较稳，都起来吧。队长，这手榴弹还收吗？之前那武警看着拦着他面前的二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就怕这二哈发飙，把手榴弹当石头扔，也不需要全部爆炸，只要爆一颗就麻烦了。苏园长，你觉得该怎么办？既然怎么整都不好，那就让二哈收起来，收起来后我们再做打算。夏春生点了点头，目前只能这样了。于是苏远找到二哈，又说了一堆。在听到眼前这些人不收他宝贝，二哈一边开开心心的把手榴弹放进了箱子里，然后郑重其事的把箱子捆在了自己的身上。苏园长，就这么让他守着也不是事啊，得想个办法给弄出来。夏队，我就怕这家伙还能挖出来。那我安排人巡下后山，争取把地里的危险因素都排除。太麻烦了，我们可以让二哈帮着找吗？他肯吗？哈哈，等我一下。一盆大肉被苏元端了过来，在美食的诱惑下，二哈很是积极，带着苏元他们就进了山。二哈指着一个坑洞叫着，一边叫，这家伙还一边挖，他那一箱子的手榴弹就跟着叮铃当啷。这家伙谁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把二哈拦在外面。苏元和一众武警扛着铁锹就开始挖，吭哧吭哧的声音下，坑洞被挖大了。没过多久就挖出了东西，挖到了，这地方真的有。很快挖出的东西就被摆在了地面上。报告队长，一共发现了一摞手榴弹，98枚。看着眼前的手榴弹，众人面面相觑。说真的，他们想不通，为啥这二哈找手榴弹这样牛？天生就是干这行的吗？苏园长，你家这二哈要是去干排雷，绝对牛。就这鼻子，地里什么炸弹能藏不住？哈哥，让你去当排雷犬呢？去不去？有编制，包吃包住。排雷犬是啥玩意儿？有抛放吗？那没有。那不去了，你别转移话题，继续挖，下面还有。下面还有。见二哈点头了，夏春生一众又是愣住。都挖了98颗了，怎么还有？于是乎，众人抡起铁锹，酷似酷似的又挖了起来。而此时地里一个昏暗的环境下，几人正在一个小小的桌子前围坐。一只二哈竟然带着几个特警在野外挖到了98枚手榴弹。就在一群人以为这里的手榴弹全部被挖完时，二哈竟然表示下边还有。于是众人抡起铁锹，酷似酷似的又挖了起来。而就在他们的脚下，竟然有个防空洞，而且里边还藏了几头小鬼子。上面什么情况？吭哧吭哧的，有人在挖土吗？有一条狗，之前看了，应该是在挖骨头，没事。老大，你确定这里真的安全吗？我眼皮怎么总跳啊？你觉得不安全可以滚，我们这藏在地下5-6米深，上面还有半米厚的混凝土层，就是军用探测器都探不到我们的位置。听到这男子的话，其他人都是松了口气，然后又开始闲聊了起来。聊着聊着，他们突然发现头顶上的挖土声居然越来越响。这是个啥？石头吗？不对，这看起来像是混凝土层啊。这地方怎么会有混凝土层？怎么了？夏队挖到底了，你看看，我们感觉这是混凝土层啊。夏春生眉头一皱，直接跳了下来，拿起铁锹敲了2下，发现还真是混凝土。我记得这片位置以前是有些遗留的防空洞，那就没错了。也不知道这防空洞的口在哪里。这种防空洞的入口一般找起来很困难，既然都挖到这了，估计也没东西了。苏园长，你问下二哈，看还有没有地方有手榴弹了，争取一次性都挖出来吧。苏元点了点头，直接就找到了二哈。哈哥，还有哪里有炮？你带我们去换肉吃。苏元又拿了美食做诱惑，二哈没有回他，只是脑袋不停地看向坑洞顶。你们怎么不挖了？下面还有啊？没有了，都挖到底了。那里面是防空洞，没有炮仗了。你居然不信我？什么信不信的？这都到底了，我们要挖也挖不下去啊！人不行，不能怪地不平，起开看我的！一瞬间，二哈就燃了起来，一边呜叫，这家伙一边就冲向了坑边的水，直接就把98颗手榴弹冲进了坑洞之中。卧槽，手榴弹！坑里的武警们人都傻了。苏元赶紧来到坑边，拼命的把武警给拉了上来。他们似乎也知道好像要出大事，出来后把同伴也拉了上来。而这个时候，二哈已经完成了初步准备，嗷呜一下，拖着手榴弹箱就冲了过来。苏元等人就看到一道银灰色的身影从身边疾驰而过，然后呢，用的手榴弹箱就那么直直的掉进了坑洞里。紧接着，一股灰烟从坑洞里冒了出来，没有任何犹豫，众人直接扑倒在地。此时地下本还平静的众人都坐不住了，头顶上的声音越来越响不说，那当当当的声音就像是打鼓一样，不停的传出。老大，我们这不会被发现了吧？我们这是防空洞，知道什么意思吗？
只要不是特别大的爆炸，我们就很安全。而且这个防空洞就一个入口，现在已经被我们关闭了，外面根本打不开。你们还担心什么？可是他们要是拿炸药来轰呢？怎么可能？他们哪怕发现了，也只能用破碎机一点点的打。现在龙国对炸药的管控特别的严厉，除非是特殊情况，他们不可能用炸。男子的话还没说完，头顶之上传来了梆的一声，声音很清脆，就像是什么东西撞击的声音。众人的疑惑都还没出，一阵放弃的声音再次传出。防空洞里的众人面面相觑，一股不好的预感浮现在了脑海。不可能，应该不能吧？男子的话都还没说完，轰的一声巨响从头顶传出，因为爆炸的威力巨大，他们的头顶甚至掉下来了些许的灰尘。众人还没反应，又是一声巨响传出，接着巨大的爆炸声就像是爆竹一声接着一声，到了最后居然汇聚到了一起。这次的巨响能震天，当然也能震动他们头上的混凝土。卡拉卡拉的声音接连响起，半米厚的混凝土使他的天也亮了。巨大的爆炸声后，苏元和夏春生才靠近坑洞，就看到了下面的情况。碎裂的混凝土层下居然有人，而且不止一个。没有任何犹豫，武警队员们直接掏枪对准了这些家伙。不许动，全都举起手来。之后，武警将他们全部铐起来带了回去。二哈在武警把人抓走后，屁颠屁颠的就到了防空洞的里面，两只爪子使劲刨，可算是刨出来了一块大石头。我就说了，这里有宝贝。二哈指着眼前的东西，一脸傲娇。苏元看着二哈身前的这个导弹，愣住了。这玩意儿虽然是颗导弹，但里面都已经空了，只是一个壳子而已。所谓二哈的狗鼻子是能闻到金属，不是炸药。抓回罪犯后，李队和局里的其他骨干力量连续突审了2天，终于把所有情况都摸清楚了。事情的经过也很简单，就是走私和泄密。不过和其他案件不同的是，这次抓获的鱼不是一般的大，包括知名大学的专家、这名出版社的编辑，甚至还有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涉及面很广。一切尘埃落地之后，苏元也被邀请到了警局，授予了集体2等功的荣誉勋章，而担任爆破手的二哈也被授予了犬界先锋荣誉称号。等回到动物园，苏元第一时间把集体2等功的荣誉挂了起来，接着就是给二哈准备了一大盆的肉，真的是一大盆，盆子有1米多的直径，小孩都能进去洗澡了，肉也堆得很满，像一座小山。奖励你的，放心吃吧。太爽了，哈哈哈哈！又能放炮，又能有肉吃。围着小山吃了半天，肚子都要吃撑了，小山也就少了个脚，于是郁闷地趴在肉山上。二哈第一次因为肉多而苦恼，趴了没多久，二哈就想到了办法，拉着肉山就去到了熊猫馆。一只二哈竟然用1箱手榴弹炸抓到了几个敌国特务，之后男人为了奖励二哈，就给他搬来了一大盆的肉。二哈在吃了2口后发现根本吃不完，于是就推着一大盆肉来到了熊猫馆。都来吃肉了，嘿嘿，这些可都是我的奖励呢。熊猫馆里玩耍着的动物们一听到是二哈的奖励，一下子就围了过来。好多肉啊，二哈，你是怎么获奖的？我用炮炸出一堆人，人被抓了，苏元就给吃的啦。熊妈还在问着二哈是怎么获得的奖励，而虎妈却是已经开吃了。一众动物还没反应过来，虎妈已经吃了一个角，其他动物紧随其后，开始一起吃，而二哈被挤到外来，自顾自地解释他如何获得奖励。和二哈一样被挤在一旁的2只森林狼则是聚精会神地听着二哈的炫耀。等二哈讲述完之后，2只野狼对视一眼，离开了熊猫馆，来到了动物园的后山，找到了他们的狼王。狼王，动物园的那条看门狗其实抓到了几个人，那个人类就奖励了他好大一盆肉啊！你的意思是只要抓人就能换吃的吗？2只野狼疯狂地点头，狼王的眼睛瞬间就亮了。只见狼王一声狼吼，把周围的野狼都召集了过来，随后就带着他们去往森林的另一边。半小时后，红龙动物园门口，苏元看着眼前的狼王，又看了看被狼群围着的采药村民，人都傻了。我们要换肉吃，人类快给我们换肉！什么？你们要用这些人换吃的？狼王很兴奋，眼睛带着期待地看着苏元。这次他可是出动了狼群，抓了一群人来，这么多人，想必能换很多肉吃。此时苏元的老爸刚得到消息，开车赶了过来。哟，老爸你买车了？是啊，上哪都方便点。这得花不少钱吧？不贵，2手来的。我在瓜子2手车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这么划算靠谱吗？瓜子每台车都有官方检测，免费提供保险理赔记录，车况一目了然。电车还有电池回购保障，买2手车，瓜子有保障。我说，苏大强，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上山采药呢，这群狼突然就冲了出来，也不咬人，就嗷嗷的把我们赶过来。你们是有什么事找我们吗？是啊，小袁，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看着这些村民，苏元是哭笑不得，也不能说狼群把他们赶来，其实是想换肉吃的。没办法的苏元只能借着村民们的话头往下说。乡亲们，我是找你们有事。前2天动物园不是授嘉奖了吗？我就想着大家都离得这么近，要不大家一起来聚一餐。听到苏元这话，村民们都是一愣，又都纷纷笑着打起了圆场。苏园长客气了，都是乡里乡亲的。是啊，这事打个电话就行。
还劳烦你让这些狼来喊。不过苏园长是真的厉害，狼群居然听他的，喊人都能行，厉害得很。一边议论纷纷，村民们一边被苏园迎进了动物园。但既然是聚餐，就肯定不能只有现场的这些村民们。于是苏园又让人把附近的村民都喊了过来。动物园开在距离村子这么近的地方，自然和乡亲们搞好关系。等所有人都安排好了之后，苏园又端着一大盆肉找到了狼王。这次就算了，给你们吃的，但下次可不能这么干了。抓人不能换肉吃吗？不是抓人就能换肉，得是罪犯，就是干坏事的人，明白吗？苏园很耐心的解释。狼王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就在这时，夏春生忽然一脸严肃的走了过来，把苏园拉到了一旁。你看门口第2排右边第4桌那个板寸男子，什么意思？这人有问题吗？这人看上去很放松，其实很警惕。你看他的眼神一直在盯着我们附近的巡逻队员。话音落下，夏春生拿出对讲机：2队，你5分钟后接替巡逻，留个空档。对讲机里传出了2队巡逻武警的回音。在接下来5分钟的巡逻空档，夏春生说的那个板寸男子果然出现了异动，他似乎也发现了巡逻武警的空档，立马起身借故离开。这人真有问题。苏园长，我们要跟上去看看吗？苏园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同意了夏队长的提议。于是10分钟后，苏园和夏春生走在山林之中，而在他们的前方不远处，之前那个板寸男子边走边停，时不时还看看身后，警惕心很重。但他的警惕心在夏春生眼里却是不值一提，不仅跟着稳稳的，还一点没被发现。就这么一路跟了半个小时左右，男子在一处山坳处停下了脚步。他先是观察了四周，见没有异常之后，掏出了手机。喂，东西搞到了，你放心，这次的货不仅给力，还有一只特殊的。男子正打着电话，却是没发现身后悄悄地摸过来的一个人，正是夏春生。在等到他挂断了电话，夏春生猛地袭击，擒住手腕就是一扭。哎呀，疼！看着被困的手，有看了眼夏春生，男子明显愣住了。这人他之前见过，就是刚刚那个动物园的巡逻队长。你抓我干嘛？我又没犯法，快解开，要不然我投诉你。希望你待会也这么傲气。苏园长，现在看你的了。苏园点了点头，直接走向了山坳。看着苏园进了山坳，男子顿时慌了，他的东西可都在那里。苏园这边刚进到山坳里，就看到一个又一个的笼子，笼子里是一只又一只的动物，有猞猁，有豹猫，甚至还有一只金雕。苏园惊叹一声后蹲下了身子，眼前的笼舍里正关着一只小小的家伙。这家伙浑身雪白，头顶2片鹿角很大，是驼鹿，而且还是极其稀少的白花驼鹿。真没想到，狼王居然还真抓了个罪犯回来，而且还是令人深恶痛绝的盗猎犯。半小时后，苏大强带着林业局的王长明赶到了现场。老爸，你这2手车跑得挺快的啊。哈哈，那是当然。最后多说一句，瓜子9万9就能买特斯拉，买2手车，瓜子有保障。男人意外在山林中遭遇了几头巨型驼鹿的围攻，原来是他们抓到了一个盗猎者，并在山洞中发现了几只被捕获的珍稀动物。当所有动物们都被就地野放离开后，那只白色的异化驼鹿却走到了苏园的跟前，用嘴叼着苏园的裤脚，然后拼命地往一个地方拉。你怎么了，小家伙？帮助，我的家人需要你的帮助。苏园长，这驼鹿这么急着拉你，指不定是真有事。你要是得空的话，干脆去一趟吧。苏园点了点头，于是几人将盗猎者绑好，交给了苏大强，拿上麻醉枪就进了山林。走了2个半小时，终于到达了小驼鹿说的地方。几人都累得气喘吁吁。苏园见状，也是准备让大家休息一下。就在此时，异常的动静从不远处传出。苏园皱起眉头看了过去，一眼他就看到了2扇硕大的鹿角。远远看去，2扇鹿角基本有门板那么大，而顶着这鹿角的家伙也不小，3米的体长，2米多的身高，看上去就像只小巨人。是爸爸，人类，那个是我爸爸，爸爸找我来了。苏园刚松口气，准备抱着小驼鹿上前，可才走了2步，苏园就顿住了。只见远处出现了一只又一只的驼鹿。人类，你擅闯我们的领地，该死！这人类抱着的幼崽好像是小白啊，居然敢绑架老大的幼崽，不可原谅！多年没出山，这些人类真当我们是林业的，冲锋，让他们知道花儿为啥这么红。苏园看了看怀里手舞足蹈的小驼鹿，又看了看远处眼冒红光的家伙们，他们应该是误会了。这些驼鹿看我们的目光有点不对劲啊，他们不会是要来干我们吧？小家伙，你去解释一下，你的家人好像要冲锋了。苏园把小驼鹿放了下去，小驼鹿也没有犹豫，直接就跑向了驼鹿群。爸爸，那人是救我的，不要打他，他是好人。你还小，不懂，那人类一看就不是好人，怎么可能是救你？就人类那德行，绝对是看上了小白的白毛，绝对是干他，不要让他们跑了。驼鹿们不停地走动，先是把小驼鹿护在身后，然后一只只的走在了前面。
最前面的那只驼鹿很大，很雄伟，看上去就像是一支陆地坦克。他看向苏元的目光最是凶狠。敢绑架我的孩子，就是放回来了，也要让这些人类吃点苦头。要不是老子腿受伤了，一脚踹死你！兄弟们，我殿后，你们冲！这驼鹿一声怒叫，其他的驼鹿直接就冲了。粗略数去，空中的驼鹿差不多有5、6只，每只的体型都极其的硕大，一脚顶过来，绝对是非死即伤。苏园长，你干嘛？王长明都准备跑了，结果看到苏元迂回了之后，直接冲向了驼鹿老大，然后一脚就踹在了他的脚上，一声惨叫从远处的驼鹿老大处传来。本还冲锋着的一众驼鹿也不冲锋了，纷纷转头看来。这家伙居然绕后，人类的计谋太阴险了。老大的腿本来就受伤了，这家伙还直接踹了一脚，上干他！保护老大要紧！驼鹿群们原地掉头，然后朝驼鹿老大冲了过去。疼死我！人类，看我顶不死你！鼻子喷气，驼鹿老大低着头就朝着苏元冲了过来。这家伙体型虽然大，但却是不够灵活。苏元只是一个闪身就躲过了。趁着驼鹿冲锋的间隙，苏元对着这家伙受伤的前腿又是一搏。驼鹿原本脱臼的关节顿时复原，本还打算用脚顶苏元的驼鹿老大，突然愣住了。我的脚怎么不疼了？刚刚这个人类的两脚，难道是在帮我？就在此时，一只冲锋最猛的驼鹿已经冲了近50码的冲锋速度，再加上他那硕大的鹿角，这一下要是顶实，轿车都能被顶翻。卧槽！赶紧救人啊！夏春生直接把麻醉枪收起，换成了荷枪实弹的手枪。一声巨响传出，不是夏春生开枪的声音，是远处出现了新的情况。驼鹿老大直接顶到了苏元的面前，硕大的鹿角直接就顶在了冲锋的驼鹿上。老大，我们是一伙的，你脑子出问题了吗？这个人类在帮我。你说这个人类踹了你2脚，是在帮你？被人类踹了，老大居然说是在帮他，怎么可能？难不成老大是受虐狂吗？我不信，除非这个人类也能帮我。老子的脚疼死了，他要是能帮我，我就信他。听着这些驼鹿的心声，苏元摇了摇头，大步上前，然后在这个驼鹿的鹿角边拔下来了一根刺，又在一只驼鹿身上抓下来了个蜱虫。常年生活在野外，身上都会有些小病小痛。苏元也不厌其烦，把这些小病小痛都给解决了。我靠，老子的脚丫子居然不痛了！太牛逼了，这个人类好牛啊！这就是人类说的神医吗？我要是母的，我都想给他生小驼鹿了。一改之前的暴躁，驼鹿们看着苏元，眼神都变了，变得很是温顺，很是可爱。神医，帮帮我！我的妻子深受苦痛，希望你能帮帮我们。驼鹿老大2只前脚弯曲了下来，苏元连忙扶起。我就是小驼鹿带来帮你们的，走吧，我跟着去看看。太好了，人类，我驮你过去。驼鹿老大直接把苏元驮到了背上，然后带着其他驼鹿就跑。旁边的王长明和夏春生一脸蒙圈。我靠，我们还没上车呢！一路尘土飞扬，驼鹿老大没有任何大哥，领着苏元进到山洞里。人类进山洞了，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救下大嫂。据说大嫂小时候被人类抓过，所以很厌恶人类。一只只的驼鹿小弟在山洞口不停走动，时不时看看里面2眼。大嫂平常待他们很不错，一些好的食物都会让他们先吃。而此时一声愤怒的鸣叫骤然从山洞内传出，让他们更加揪心了起来。一头巨型驼鹿竟然下跪求男人救助他的妻子，不料曾经被人类所伤的驼鹿妈妈根本不愿让男人靠近。人类滚出去，我不需要你的救治，人类社会就没有一个好人。妈妈，这个人类不一样，他救了我，也救了爸爸。你们不要被这个人类骗了，哪怕他要救治，也一定有其他想法。驼鹿妈妈推开小驼鹿，站起来后想冲上前给苏元来个战争践踏，可他的伤太严重了，不过才站起来就倒了下去了，而身躯上的2个大口子直接裂开，血流如注。而除了身上的口子外，驼鹿妈妈的脚也骨折了，那耷拉的后腿就是很明显的佐证。苏元看着不免有些心疼，就想上前解释。滚，不要靠近我，我不需要你的救治，你们人类只会奴役动物，不可原谅。不行了，喘不过气来了，我要休息一下，不能让这个人类靠近。他实在是撑不住了，朝着驼鹿老大和小驼鹿知会了一下后，驼鹿妈妈躺了下去。看着躺着的驼鹿妈妈，苏元却是眼睛一亮，把腰间的小刀取出。苏元慢慢靠了过去。驼鹿老大和小驼鹿本想阻挡苏元的，但想到苏元是他们唯一的救星后，又让开了。而此时王长明和夏春生等人也抵达现场，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气。驼鹿妈妈感受到响动后被惊醒，起身后就要往苏元身上踩。卧槽，苏园长快跑啊！夏春生也慌了，连忙架枪准备还击。可当夏春生瞄准驼鹿准备开枪的时候，却是发现驼鹿停了下来。原来是苏元在驼鹿站起来的同时，顺势把他脖子上的项圈摘了下来。你手上这个是我脖子上的项圈吗？这个项圈从他被人类抓住之后，一直戴在他的脖子上，后面随着他长大，这个项圈也没有脱落，反而越勒越紧。这下应该相信我了吧？我是来帮助你的。一边说着，苏元一边轻轻地抚摸着驼鹿妈妈的脑袋。
听着苏元的话，看着他的模样，驼鹿妈妈轻轻地躺了下去。希望这个人类不会骗我，这是我最后一次信任一个人类了。王局长，你把医疗包给我一下，驼鹿妈妈的伤有点严重，需要赶紧救治。在苏元的交代下，王长明把医疗包送了过来。滚！你这个人类，尖嘴猴腮，一看就不是好东西。驼鹿老爸直接用他那门板一般大的鹿角对准了王长明，本还开开心心的冲过来的王长明瞬间停住了。卧槽，大哥，别搞啊！我是来送工具的，救你们同伴的。苏元长，救命啊！这些家伙要冲我！苏元赶忙走了过来，拦住了驼鹿，接过医疗包后，就让王长明两人退出山洞，之后就开始对驼鹿妈妈进行救治。先把2个大伤口进行了止血、缝合，再把骨折的后腿用树枝固定。费了半天功夫后，可算是搞定了对驼鹿妈妈的救治。幸不辱命，来，你试试看能不能站起来。感受着不再恶化的身体，驼鹿妈妈小心翼翼地站起。原来的伤口已经止住了血，而且我的腿怎么还能动了？刚刚动都会痛的，那股生命流逝的感觉也没有了。驼鹿妈妈还尝试着走了2步，居然真的能走。看着妈妈好了，而且还能走了，小驼鹿高兴不已。妈妈居然真的好了！围着妈妈转了2圈，小驼鹿来到苏元的面前，屈下2条前腿。人类，谢谢你。人类，你是我们家的恩人，感谢你。此时山洞外的驼鹿小弟们也是学着驼鹿老大的模样，屈下了2只前腿，看着跪了一地的驼鹿，远处的王长明、夏春生愣在了原地。这是驼鹿群的感恩吗？哎，苏园长获得驼鹿群的好感，我则是直接被当成了坏蛋，差点被顶飞。这人和人的差别怎么这么大？王长明看着远处的模样，摇头叹息。就在他转头时，就看到了一只突破密林而来的家伙，身披厚甲，头顶尖角，居然是一只犀牛。卧槽，是犀牛，快逃！王长明调转方向，飞一般的冲了出去，嗖的一下，犀牛飞奔而过。夏春生只是灵活的扭动了下身子，就躲过了犀牛的冲击，所以被犀牛追着的只有王长明一人。才搞定驼鹿妈妈的苏元走到山洞门口，就看到了飞窜的王长明，还有身后紧随而去的犀牛。我去，哪里来的犀牛啊？苏元长，救命啊！这家伙不知道发了什么疯，见我就追。又是这家伙，没完了是不是？大嫂都被你顶受伤了，居然还想来！驼鹿小弟们围了一圈，守在了苏元的身前。山洞内的驼鹿老大也听到了动静，走了出来。又是这家伙，不就是捡了他一株草药吗？至于这样？听着驼鹿们的心声，苏元算是明白了经过。驼鹿老大捡了犀牛的一株草药，然后犀牛气不过跑来战斗。驼鹿妈妈应该也是那时候伤的。犀牛鼻子喷气，也不管王长明了，目光直盯盯地看着驼鹿老大。驼鹿老大也是鼻子喷气，发出鸣叫，一群驼鹿直接散开，把犀牛给围了一圈。小贼，看老子一脚顶死你！犀牛头一低，4个蹄子一踩，直接就冲了过来。1吨多的犀牛，这个冲锋没人敢挡，围着的驼鹿赶忙闪开。轰的一声巨响，犀牛直接撞在了一棵大树之上，树干发出刺耳的声音，然后直接倒。驼鹿群看到倒塌的大树，赶忙躲避。虽然他们速度很快，但依旧有一只驼鹿躲避不及，被大树压倒了。好疼，救命啊！抓到个落单的，看老子干死你！犀牛看到了这只被压倒的驼鹿，一声怒吼，直接冲了上去。一只愤怒的犀牛朝着被大树压倒的驼鹿冲了过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男人直接将一根枯木棍滚出去。犀牛一脚踩在了滚动的树木之上，直接摔了个底朝天。之后，男人又找来一根细木棍，来到了犀牛的身旁，顶在犀牛的皮肤褶皱处，开始挠了起来。就是这儿！我靠，这人类咋知道我这养的？爽！本还有些火气的犀牛，在苏元用棍子挠了几下后，瞬间就平静了下来。犀牛这玩意儿皮肤很厚，而且褶皱极深，再加上这家伙喜欢到泥地里打滚，所以基本上所有的犀牛褶皱处都很痒。此时，王长明和夏春生在驼鹿的帮助下，把被压着的驼鹿救了出来。就在2人感受驼鹿群热情的答谢时，一边的苏元忽然发现这只犀牛的脚上居然有毛发。王局长，你快过来一下！王长明推开用脚顶他的驼鹿，疑惑地来到苏元身旁。怎么了？这犀牛好像有点奇怪，我不知道我猜的是不是真的。王长明快步上前，看向了苏元所指的位置。这犀牛的脚上怎么有毛？不应该啊！犀牛蹄是不可能有毛的。而且王局长，国内应该没有野生犀牛了吧？也可能是野放的，之前就听说过动物园有过野放犀牛的先例。那这毛发怎么说？看着苏元所指的犀牛毛发，王长明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有没有可能这是中华犀牛？我没记错的话，中华犀牛的蹄子上就有毛，而且郎局你看。苏元一边说着，一边给他指了指犀牛身上的一些特征。越看，王长明越是震惊。好像真的是啊！不行，我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哎，你换手机了，挺贵的吧？不贵，转转的二手很划算。我这台苹果13 Pro 只花了2000多，比新款16便宜了一大半。关键现在新款升级不大，半价买二手才更划算。
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转转是知名二手大平台，手机都经过多轮标准化严格质检，比一般的二手更靠谱。上面的笔记本也很不错，买靠谱的二手，我推荐转转。一边说着，王长明一边拨通了视频通话。宋教授，你看看这犀牛，我们看它身上有很多特征，都和国内曾经存在过的中华犀牛类似。你要是没事干，可以去数大名，而不是搁着忽悠我。中华犀牛灭绝多少年了？你跟我说重新出现了，逗我好玩吗？宋教授别激动，您先看看这犀牛脚上有毛啊！不对劲，你把镜头拉近一点。听着宋教授的指挥，王长明拿着手机逐步靠近犀牛。我靠，这居然真的是中华犀牛！然而宋教授的声音过于刺耳，直接把犀牛给惊到了。犀牛小小的眼睛四处乱瞥，一下就给他看到了王长明，还有他手上拿着的手机。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会儿，来个这么聒噪的家伙，给老子滚蛋！低沉的吼声从犀牛的嘴里传出，吓得王长明腿都在打颤。而手机里，宋教授的声音还在不断传出：王局长，走近一点，走近一点，这家伙好像真的是中华犀牛啊！这时，犀牛已经被手机里叽叽喳喳的声音搞烦了，蹄子一跑就冲了过来。王长明拔腿就跑，苏元在犀牛冲来的瞬间就移开了身子，躲避了冲击，飞速逃窜的王长明也想学一下，立定站好。王长明开始估算犀牛冲锋的速度，然后在刚刚好的位置一个横挪，刺啦一下，犀牛飞驰而去。好消息，王长明躲过了犀牛的冲击。坏消息，他的衣服没了，准确来说是背上的衣服没了。王局长，犀牛呢？怎么嗖的一下就跑了？宋教授，你有时间来一趟现场吧，我可不敢靠近了。把位置说完，王长明直接就把电话给挂了。此时犀牛调了个方向，又冲了过来。苏元马上过来拦住了犀牛。是那个挠痒的人类，他的面子还是要给的，惹怒了他，不给我挠痒了怎么办？我问你，为什么一直要和这群驼鹿打架？他们驼鹿老大偷了我的药草，那个药对我很重要的。行，你先等下。苏元转头直接往驼鹿的山洞去了。约莫5分钟的样子，苏元就从山洞里出来了，还把医疗包和犀牛丢失的药草带了出来。没想到居然是一株100年份的何首乌，难怪犀牛会一直守着，也难怪驼鹿老大会想要去把药给捡了。是药，是我的药，嘿嘿，有了这药，我就能再展雄风，追回我的小美了。一边想着，犀牛一边靠近药材，就想要把药材吃掉。苏元赶忙上前把何首乌拿起。犀牛见状，不断的用脑袋蹭着苏元，目光死死的盯着苏元手里的何首乌。重展雄风，还追小美，不会是那方面有问题吧？既然是这样，那还吃啥何首乌啊？苏元在医疗包里翻了翻，只找到了点6味地黄丸，于是就把目光投向了王局。王局，你有药吗？就那种，你懂得。苏园长，你别瞎说，我可没有啊。这个可以啊，这个真没有。行吧，那只能用6味地黄丸了，但也比没有好了。苏元打开盒子，直接倒药。他也不知道犀牛一次性能吃多少，所以直接把1瓶都倒进了他的嘴里。苏园长，所以你说的药是要给犀牛吃的，要不然呢？嘿嘿，那我有，你知道的，人到中年不得已，交公粮也要有东西配合一下。一边说着，王长明一边拿出了一板药。苏元深深的看了王长明一眼，没有多说什么，然后把小蓝片一起给了犀牛。犀牛也是来者不拒绝，全给吃了。有股火在冒，起效了，有感觉了，有用，这药真的有用。小美，小美，我来了。犀牛感受到身体的变化，甩开蹄子就要去追小美了。不过就在此时，一只硕大的围网从天而降，直接把犀牛给困住了。犀牛为了在伴侣面前一展雄风，直接吃了1袋子的6味地黄丸和5片不能说名字的蓝色药片。就在犀牛红着眼去找小美时，一个硕大的围网从天而降，紧接着一支麻醉镖垂直的扎进了犀牛的体内。这时几人带着专业设备从山体的另一侧绕了出来。看着这些人，苏元和王长明一脸疑惑。宋教授，你这是什么意思？还能是什么意思？抓犀牛呗！宋教授还没说话，旁边一个打扮俏丽、喷着香水的男子就是已经出声了。这是哪位？啊，这是我们所的一名研究员，我们所的研究资金都是他们资助的，背后是航城动物园。听到这话，王长明顿时了然。现在很多动物园都会资助研究所的研究，美名其曰是资助，其实就是想花低价钱从研究所购入珍稀动物。宋教授，你确定这就是你说的中华犀牛？我怎么看着这么普通？宋教授赶忙上前，近距离的看了看因为麻醉倒地的犀牛。没错，就是中华犀牛。是的话，那就好说了，打包带走。那名研究员大手一挥，就准备带走犀牛，可他这边才挥手，就是眼睛一亮，研究员看到了躲在驼鹿群里白化小驼鹿。嚯，这里还有驼鹿啊！等等，这只居然是白化驼鹿，带走带走，也带走。小陈啊，我只是带你来看的，这些动物我们不能带走。为什么不能带走？
这不是我们先发现的吗？现在这社会啊，真的是什么人都有，眼睛瞎了还不去治。谁特喵说我瞎呢？是不是火腻歪了？陈姓研究员的话还没落下，躁动声响起，本被围困住且被麻醉的犀牛不知道为何又站了起来，鼻子喷气，双目通红，不是发怒，而是发情。这个人类好香啊！喘着粗气，犀牛一脚就把陈姓研究员给推飞了。落地的时候，陈姓研究员是趴在地上的，那屁股还扭来扭去的。犀牛眼睛冒光，现在就是个树洞，他都要去试试身体。怒吼一声，犀牛提起屁股就冲了上去。卧槽，使不得，使不得！王长明大喊着使不得，但却没有前进一步。苏元和夏春生更是一脸期待的准备看看现场版。卧槽，救命，救命啊！趴在地上的研究员魂都要吓飞了，不停的大喊，希望有人来救他。今天真是有福气，居然还能看到现场版。王局，快帮帮忙啊！人来的时候还好好的，黄花大小子一个，可别回去的时候要蹲着上厕所啊！宋教授，那是发情的犀牛啊，就我们几个，怎么了？还是说要我们替这研究员去承受犀牛的攻击呢？那怎么办？我们就只能看着。看宋教授这焦急的模样，苏元叹了口气。宋教授，你们这打的都是什么麻醉啊？为啥没用？对啊，麻醉，快上大剂量的麻醉！一边喊着，宋教授一边指挥着工作人员安排麻醉。之前的麻醉他们是没掌控好剂量，又或者是犀牛发怒，效用减弱了，所以这次他们加大了剂量，看着能把大象都麻倒的剂量。宋教授点了点头，架起麻醉枪后，工作人员瞄了半天都没找到合适的时机。瞄不准啊，这犀牛一直在动，小陈也是，就不能消停一下吗？根本就瞄不准。别管那么多了，犀牛都要找到位置了，你们怎么还没发射啊？快，再晚要出大事啊！在宋教授的催促下，砰的一声闷响，麻醉针直接就飞了出去。按照弹道来说，这一针绝对是瞄着犀牛而去的，可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位置的犀牛，屁股一扭就要换个姿势，结果就是这样，麻醉镖越过了犀牛，直直的砸到了陈姓研究员的屁股上。谁特喵扎我屁股了？什么玩意儿啊！卧槽，哪来的麻醉镖？转头一看，远处的工作人员还有宋教授都是一脸痴呆的模样，本想吼两声，结果一股眩晕从屁股一路上到脑门。卧槽！话都还没说完，这家伙就软了下去。本还乱动的研究员突然就晕倒了，把犀牛都给整懵了。可片刻后，却是来劲。看着远处的场景，苏元几人面面相觑，目瞪口呆。他们想过很多种可能，唯独没想过这种。麻醉镖打到陈姓研究员的身上，居然给犀牛创造了机会。苏园长，快救命啊！搞不得了，真的搞不得了，再下去要出大问题了。苏元点了点头，就现在这情况，还真就不能坐视不管了。再等下去，估计真要出大问题。提着根棍子，苏元才是来到了犀牛的身旁，他也没忙着直接上，而是绕着一人一牛走了一圈。这家伙运气不错，犀牛居然只是把他的衣服给踩脏了，没造成啥实际伤害。没管那么多，苏元掏出棍子先挠了挠犀牛的痒。这个人类每次挠痒都挠在了我的心窝窝上，还真舒服。对，就是这儿，再来2下。犀牛一时间都不管研究员了，不停地配合着苏元的挠痒，挠了有一会了。苏元也把犀牛带离了研究员。来，再挠几下，挠完我们就去找小美。你不是很想你的小美吗？对，小美，我要找小美，你跟着我一起来，你给小美挠挠痒，小美肯定喜欢你。算了吧，喜欢你就行了。王局，我跟着犀牛过去，你们看一下那研究员。话音才落，王长明就和夏春生还有宋教授跑了过来。那研究员有啥看的？我们想看看有没有另一只中华犀牛啊！之后几人跟着犀牛走了差不多半小时，终于到了地方。不过当几人看着眼前的大家伙时，傻眼了。好家伙，这就是传说中的小美吧？我勒个去，难怪这家伙觉得自己虚。一只犀牛竟然把野象当成了自己的老婆。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下，犀牛缓缓地靠近野象。看着犀牛的靠近，野象瞥了一眼后便没有多管，继续吃叶子。可犀牛却是吭哧吭哧的就要往野象身上爬，可他还没上去，就被大象甩了一象鼻子。犀牛一脸懵逼。小美，你怎么打我？你变了，你以前都不是这样的。我知道了，你这是在玩情趣。犀牛给自己找又要跑，结果这次野象直接来了个后脚踹。今天是怎么了？小美是来了特殊的日子吗？犀牛看着野象有点懵。就在此时，一声鸣叫骤然传出，山林之中一只体型巨大的成年雄象走了出来。雄象才出现，小美就贴了上去，象鼻卷在一起，两只大象一起转身走进了山林之中。我的小美就这么跟着象跑了。小美，你不要走啊！小美，没有你我怎么活啊？看着远去的小美，犀牛哭得嗷嗷叫。苏元看着犀牛悲伤的模样，再看了看远处传来的轻微震动声，叹了口气，只能拿着棍子给犀牛挠挠痒。本来百试百灵的挠痒，居然没用了。别哭了，你的小美不在这里，你是犀牛，这是大象，你们就不可能可以在一起的。
真是个痴情玩意儿！苏元吼了犀牛半天，这家伙还是失声痛哭，一直无动于衷。于是苏元一棍子敲在了犀牛的身上。我不想就这样认输。败家玩意儿，你要是有骨气就冲进去啊！给那黄毛2下，让他知道抢你的小美得付出代价。苏园长现在在干啥呢？给犀牛做思想工作。这场面可非常少见啊，必须拍个照发个朋友圈。哎，你换新手机了，你那台旧的呢？我给卖了。我发现转转最近配合国补发放了大额回收补贴，我那台 iPhone 14 Pro Max 叫转转上门回收，还卖了4600多。现在转转不只收手机，连数码产品、家用电器，还有黄金和奢侈品，转转都能回收。总之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卧槽，犀牛动了，这家伙真的冲进去了。在愤怒的吼叫下，犀牛竟然真的冲进了树林深处，一声鸣叫骤然传出。没一会，犀牛撒开4只蹄子，飞一般的奔了出来，而在他的后面还跟着一头大象，是之前的功效。我日你仙人，你搞偷袭，你玩不起，你个小垃圾！人类，快上车！我顶了这家伙的第3条腿一下，这家伙估计完了，哈哈哈哈！犀牛一下冲到了苏元的身后，脑袋一顶，直接把苏元给顶到了背上，然后撒开蹄子就跑。鸣叫声下，大象疾驰而来。王长明几人看着远去的苏元，又看了看奔腾而来的大象，人傻了。我靠，我们还没上车呢！此时，另一边被犀牛欺负一吨的陈姓研究员缓慢地睁开了眼睛。哎呦卧槽，我屁股怎么又扎了一针？你们在干嘛？刚刚你中麻醉晕了过去，我们现在给你打的是清醒药剂。那还不赶紧拔出去？好，现在就拔。工作人员连连点头，准备拔出针头，但一想到药剂都调好了，就这么拔出去肯定浪费了。本着不浪费的原则，他把剩下的药剂打进了研究员的屁股。哎呦卧槽，你特喵怎么回事啊？怎么还在打针？研究员直接捡起一个石头丢了过来，工作人员赶紧抽针躲避到了一旁。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过来给我说一下。工作人员也知道研究员现在有点燥火，两人也不是傻子，自然不会过去。你们2个给我过来！研究员大吼，还准备上前了。就在这时，震动声突然从远处传来，只见犀牛载着苏元疾驰而来，看着那熟悉的犀牛，一瞬间他想起了所有。卧槽，就是这该死的犀牛，给我干他！麻醉麻醉，上麻醉！我特喵要这犀牛死！研究员大吼，还想要工作人员帮忙麻醉这犀牛，可工作人员早就躲到了老远。哪里来的傻逼？怎么叽叽喳喳的，还特喵的挡老子的道？滚蛋吧你！犀牛勾起脑袋，一劈就把研究员撇出了17、18米。可能是之前工作人员打的清醒药剂太多，研究员被这么摔了一下，居然还没晕过去。哎呦妈妈呀，疼死老子了！来个人，救命啊！惨叫声从研究员的嘴里传出，可他还没喊2句，轰隆隆，震动的声音再次传出，研究员直接懵逼了。特喵的哪里来的大象啊？研究员费尽全身力气，拼命地往旁边挪。鸣叫声传出，大象疾驰而来。哪里来的傻逼？怎么叽叽喳喳的，还特喵挡老子路？滚蛋吧你！鼻子一甩，就要把这家伙给打飞出去。本就受伤严重的研究员，这一下要是打实了，直接就能原地窒息。此时咻的破空声骤然传出，一支麻醉镖直直地打在了大象的脖颈。远处夏春生拿着麻醉枪连续扣动扳机，3针破空声再次一共4针麻醉，全扎在了大象的脖颈处。本还想打飞研究员的大象吃痛，想看看是谁下的毒手，结果才转身就感觉脑壳有点晕晕的。不好，是毒！像我啊，可能要记了。早知道是这样的话，就不去贪图美色了，悔不当初啊！眼见这个大家伙彻底晕了过去后，陈研究员才是松了口气。区大象，不过如此，要是再来，老子还能干翻3只。裤子都湿了，真不要脸！可不是，刚刚那大象怎么就没甩下去呢？此时轰隆隆的震动声再次传出，只见刚刚那只冲他的犀牛又跑偏，研究院的裤子瞬间又湿了半边。